感谢各位乘客的耐心等待，本次航班已经起飞，飞行距离2276公里，飞行时间约3小时。这位乘客，飞机餐正在准备，请您耐心等候。喏，这是这次任务专用的联络手机，信号超强。这张卡是任务开销用的，6位临时工都已经加入微信群了，你们可以在里面交流。没人说话呀，打个招呼。很高兴认识诸位，这是第一次与诸位合作，请多关照。你好，陆北南，我男的，39岁。这些家伙，原来大家都在啊，很高兴认识大家。看来对暴露身份这件事在意的不止我们。行了，你们俩现在就准备动身吧。情报里显示，陈朵出现地点现已查明，机票已经准备好了。啊？这也太急了吧！至少等明天我回学校了。等明天，黄花菜都凉了。受累，开2间房。开1间。啊？缩死方便，行动也方便。哦。果然，完全没反应，一路上都没人说话。群里这种尴尬的气氛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到了吧？没有人提起集合的事吗？看起来都不感兴趣啊。也是，要是没有这次任务，我也不想和各位见面。任务的简报你们都看了吧？陈朵到这里之后，曾与一个叫万良才的人有过接触。万良才经营一家小吃店，无艺人背景，在这之后便失去了陈朵的踪迹。既然大家都不打算露面，那就由我去接触一下万良才。这个任务由我一人完成也行。嗨，各位，我是西南的，你们就叫我乔吧。难得6个临时工一起出动，这次的任务好刺激啊！就是不知道陈朵那丫头手段高不高。别想得太简单，混球。陈朵的情报都是我的线人提供的，我应该是最早到这里的。但等我赶到线人那儿，他已经被杀了。伤口与记录中陈朵的手段对不上，陈朵很可能有同伙。嗨，小哥。西南，王振球，怎么样，徐慧慧？我问过了，这个万老板应该没什么问题。陈朵来这里是向万老板打听一个叫梅金凤的老婆婆。
万老板确实接待过一位梅姓婆婆，她对万老板的羊肉粉赞不绝口，并说自己不爱出门，让万老板将做好的粉送到她隐居的地方。陈朵要走了老婆婆的住址，我刚也要来了一份。另外，还有一封信，是陈朵留下的。球儿，躲开点儿。果然，目标只有老乡。鼓这玩意很好玩啊。小哥，我没看错的话，你这是大慈大悲手吗？球，嘱咐你一下，不要试着跟我套近乎。另外，当我要求你离我远点的时候，一定要听话。这些鬼鬼祟祟的家伙，一直在盯着咱们吗？我去，好，收敛了4个。滚开！不要脸！别再来找我了！呸！秦风啊，你听我解释，刚才是因为好久不见，我是有点儿……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哎，得嘞，不听就不听吧。傻大哥，我知道，你对我，可你也应该知道，我心里只有那个人。哎，金凤儿，这么多年了，其实你在我心里也就那么回事儿了。夏柳青，你这个老王八犊子！哎呀！你发什么火啊？反正你心里也只有掌门。你知道我为了你当了多少年铜担子吗？得，不提了。我要的东西，告诉我，你放哪儿了？谁会告诉你这个老鬼？哼！哎，别呀！你好，金凤婆婆，可以跟我走一趟吗？多少年了，竟然还有生人来拜访我这么个老婆子，请您务必跟我出山。我老了，哪儿也不想去。您一定要去。啊！
这种时候还是得靠男人。不错，星辰气清，贵人呢？老爷爷，我无所谓了，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我都不关心。只要是来麻烦金凤的，都会变成死人。这是，生骨王蛇。作为一个古尸，居然大摇大摆地走到敌人面前来，现在的后生啊，真是不懂事哦。您错了，老爷爷，我不想和您或者金凤婆婆敌对。还有，我不是古尸，我是蛊。可以啊，陆贝塔，在身后那么远的距离也察觉到了。很好，这种程度不用杀。金钟罩，拈花指，利落啊，小哥。你们是什么人？算了。这个够危险，可以杀。小哥，我不怀疑你能解决这个女人，不过那样好费力的。看来这次任务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个让我来。哼，换你又能怎么样？我真好命。小哥，你之所以打不动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功法，而是他身上带着一件护体法宝罢了。不，太过低级了，还不能称之为宝，顶多算是法器吧，只会对恶意做出反应。不管是你自己练的，还是别人送的，这种级别的东西，以后还是不要拿出来丢人了。下流胚，你别得意。
你干了什么？为什么我的法宝？因为我对你没有恶意，也没有攻击你啊，我根本不会伤到你，只会爽到你。你别过来！你看，要解决一个人，道理不是唯一的手段。以前我曾经磨着一个大叔，把他改良过的通背交给了我。那拳法不赖，不过我嫌他太暴力了，做了改良。这就是我的杰作——爱之马杀鸡。怎么了，宝儿姐？很想死吧，死了一死。这次我们就这样看到吗？啥子都不用做。真不用做就好了。这些临时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真秋，停手吧，这样做他太可怜了。您是哪位？我西北的，你叫我老孟就行。老孟？可怜吗？您看看那边。如果是让萧哥用蛮力打破法器防护的话，这姑娘的下场会更惨吧？萧哥，你怪我抢了你的猎物吗？不，这次任务明确交代我，可以杀的只有陈铎。两位，其实吧，我之所以出来，就是想找你们商量，能不能放陈铎一条生路。什么意思？你是叫我们放弃这次任务？不，小哥，我的意思是留陈朵一条命就好，活着把他带回去，总公司自然会处理他的事。你们什么关系？把他从药仙会带出来的就是我。药仙会？对了，任务简报说过，陈朵是药仙会的古参圣童，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药仙会是个在饶江秘密流传了数百年的会道门，门中大多是使用蛊术的高手。为了追求极致的蛊术，他们会收集49个人，并用微妙剂量的蛊毒来喂养他们。熬过蛊毒幸存下来的人会被带到一起生活，统一学习蛊术。这些人每一个都带着剧毒，因此会互相影响。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习更多的蛊术，让自己变得比其他人更强。最终存活下来的最强者就会成为蛊身圣童。后来药仙教的事浮出了水面，当时就成为了被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在5年前，这个消失多年的组织竟然死灰复燃。公司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了行动，终于在他们还没做大前彻底消灭了他们。我也参加了那次行动，就是那时，我救出了当时的蛊身圣童陈朵。如果说药仙会的其他人死有余辜，那么陈朵他是无辜的。唉，我这个人呢，不爱和人打交道，
工作危险，我也常抱怨。可是看到陈朵的那一刻，我什么也抱怨不出来。从出生开始，他都没受过什么作为人的教育。他成为临时工，我是替他开心的。虽然不能像其他女孩一样的生活，但至少像个人了。干脆直说吧，小哥、秋儿，这次我来的目的就是不让你们杀死陈朵。我知道我不是你们的对手，但你们一定要杀他。那我……秦老猫，陈朵抓活他！哼，这些潜水员，我也 OK。抓活的。小哥，你呢？既然老孟对大家有所求，那么我也求大家一件事：如果大家都答应了，我就以活捉为前提执行这次任务。希望大家在完成任务后的汇报里，帮我隐瞒一下，这个女人不是由振球打倒，可以吗？我没问题。我也可以。其他人呢？那我可信你们了，别卖我。小哥，我并不好战，只是有点残忍。生我者不可，愚者无不可。这是病，而且我已无药可救。请各位一定记住，我是个病人。真巧，我也是。不过，我是良性的。我说你在网络里一副热心老大哥的样子，现实中却冷冰冰的。别担心这种事，你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保证躲得远远的，是吧，老妈？宝儿姐，这次我们也许是来着了。走吧。这里耽搁得太久。金凤儿，全姓夏柳青。你们是什么人？跟那个小丫头一伙儿的？哎，我去，今天什么日子啊？对嘛，听到金凤这个名字，我就该想到你的。混球，你怎么在这儿？球儿，你认识？啊？以前我四处闲逛，到处寻找有趣的人和事。这夏老头的手段很有趣，我磨了他好久才教我的。当年我为了跟他学东西，差点就答应加入全姓呢。我叫他声师傅也不算过分啊。球儿，孙老头在龙湖山那晚出现过。球儿，你的事我不想过问。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夏柳青？我是不会把他怎么样了，毕竟算是我的老师，而且这次的任务目标也不是他。当然，你们要除掉他，我也拦不住。王振球，你现在到底是？您甭打听，只能说我不是那个丫头一伙的。
我们是来对付他的。那就好。秋儿，我这辈子没有正式传人，你算半个还忽悠了我。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当报答我。求求你，去把金凤救回来。老爷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小姑娘非要带走金凤，她一身恶毒，还挺扎手。不过老头子我真施展手段的话，自然也不怕她。可没想到，这小姑娘还带来不少帮手。这些人很古怪，行动水平都不怎么样。可邪门的是，这种小虾米居然人人佩戴法宝，结果光顾着防备小丫头的蛊毒了，着了其他人的道儿。求求你们了，帮我去救金凤吧！我知道你们也合计过怎么处理我，没问题。只要答应救出金凤，我脑袋给你们。作为一个老权星，我波及过不少无辜的人丧命，什么时候横死都不冤。但金凤不一样，她就是个傻姑娘。你要是早出现一会儿就好了。怎么说呢？我刚吃饱，现在不饿，再杀一个，我怕我会太撑。哎，抱歉，刚才离开了一下，找到陈朵了，确认陈朵位置。他们一行4人没有发现金凤婆婆，知道了，应该是被夏老头说的手段困住了。干得漂亮，东北的，咱们快追上去。哎，不急，一旦被我盯住，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按照线路推测，他们应该要去郊区的一座废工厂。不过事情有点诡异，除了陈朵外，我还确认了另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叫做黄涛，我请上级帮忙彻查了一下，结果公司任何有关艺人的档案里都没有他的信息，既没有参加过任何休息，也没有天生异能的记载。公司的结论，这个人直到今天判定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全新的民宿夏柳青被普通人打倒了。得，夏老头儿，金凤婆婆的事我帮你了。等等，混小子！哎呀，不服老实不行了。喏，拿去。我的手段你是学了，但瞧你那吊儿郎当的样子，家伙你肯定没怎么准备。这个德行，你拿什么跟他们拼呐？真给我，你怎么办？放心吧，我自己还有压箱底儿的，总不能都带到棺材里吧？救回金凤，我再联系你。走了。好，好，这下我算彻底有传人了。东北的，你现在在哪儿？嘿嘿，我回来啦！怎么回事？这个人，宝儿姐，你确定我没有被监视？在我们100米左右，应该还有个人，大概是陆总的。这个人一直和大家保持这种距离，除了他，我就感觉不到别个了。这个东北的牛逼呀！这里离城区少说也有10公里，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找出陈朵的位置，怎么做到的？陆北的，你这么问是在找我吗？不要费劲了，你找不到我的。
刚才回头找我了吗？你肯定回头了吧？肯定。骗你的。所以其实他并没有看到我回头，还是说，你是故意不看我们，还是你根本看不见？刚才是东北的，你是妹子吧？哎，你咋知道的？看你聊天的感觉，颇敏感哎。别跟路北那个没礼貌的一般见识，他是个大傻叉。你呀，这大傻叉，你个死娘炮二椅子！这个球儿也蛮机智的嘛。哎，我没有怪路北的。说实话，我倒真想认识一下大家呢。这是我加入公司后第一次和别人搭档做任务，结果到现在有了解的也就只有萧哥，嘿嘿，是个和气的大哥。和气的大哥。说什么鬼话？老萧，和气的大哥。即使没看见老萧，但听他自我描述也知道，他是个嗜杀的狠人吧？不，也就是说，东北他既没看见老萧的样子，也没听到他讲话，他对老萧的印象还停留在一开始老萧在群里的发言。嗜血的老萧，全姓预备军球，有点社交恐惧的老孟。目前现身的临时工，可以说都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可这个东北的，就有点让人不放心了。宝儿姐，我记得四哥说过，你不会说谎，但如果给你一个设计好的谎言去执行，你会把它当成真的去做，对吧？OK。是。好，我明白了。就是这儿啊。那陈朵就在里面，各位加油！好多虫子。有人来了。等等，这些虫子有问题！不，这些根本不是虫子。太多了，直接用气扛吧。对，就是这样，宝儿姐。既然能打翻易拉罐，打蚊子应该也够用。有点多，太浪费了。发组会啊，力道精准啊，好像在用气给咱们洗澡一样。累了，先歇会儿。哎，宝儿姐，宝儿姐，停，别射了。这么多气，这人是吃什么长大的？宗的手段，球儿，你到底是哪一门的？哼，入门的手段而已。我呀，无门无派，只不过我到哪都招人待见，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交一手。真正牛的是老孟啊！哎，玩的什么花样？不值一提。
陈朵，又见面了。您认识我？您是？认不出我吗？也难怪。陈朵，你为什么要杀死廖忠？老廖那么好的人，你……廖叔，因为他挡了我的路。挡你的路？我姑且承认，廖叔是个好人吧。他关心我，教我如何以一个正常人类的方式生活，因此我一直很感激。但是，当真正的幸福降临之时，他为什么要挡在我的面前？我个人是否幸福，为什么要由他来判断？不，陈朵，你一定是误会老廖了。你跟我回公司，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不必了。不对，你的声音。来，小姑娘，别怕。来。对，你记起我来了。怎么会忘得了？你才是我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你才是那个最该死的人。始作俑者？我怎么会啊？这是从何说起啊，陈朵？我把你从药仙会救出来以后，就再没见过你，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算了吧，老孟。啊！哼，陈大师，交给我们吧。等一下，小哥，陈朵他只是啊。凑合，光从老孟的身法看，也就是凑合的水平。这样的水平，对我来说应该很轻松吧。还要求这类的，也没试过。下次让老豆给我找几个这类型的猎物好了。好重啊！嘿嘿，瞎学么什么呢？你的对手是我。那是玉屋。老兄，问你件事儿，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后天的。练了多少年？20多年吧。 20几年的功夫，接我一记铁胆都费劲，你还真废物！怎么又是法器？老兄，没这法器护身，刚才你就被踹穿了。那样只能报误杀，老豆会很为难，连我一脚都接不住。您练了多少年？我的法宝。
你居然破了我的法宝！没有没有，只是你那玩意儿太低级了，没发挥作用罢了。邪魔！你这个邪魔外道！别打了，你们3个到我这儿来。这些人的水平你们对付不了，如果还想继续下去的话，把他扶下去。这陈朵大师贵为上根器，肯赐我们神通，这是我们无上的荣光啊！谢大师赐药，谢大师赐药。来吧，怂货，第2回合。看到了吗？这就叫仙缘！不好，陈朵要逃了！什么？龙猫，别分心，陈朵交给我们。哼，路北的。别上头，别上头，别上头！这正是考验你的时候。不是吗？小自在，你行的。球啊球，你是爱和人玩。不过玩残了自己，可就不好玩了。看到了吧，在我法宝神通面前，你的邪门手段根本用不上。唉，还看不出来吗？这次的货色都是上杆子找抽。怎么会这样，老廖？我能理解你把陈朵变为临时工的初衷，但是你我也许一开始就想错了。好，乔娜姐，我这边几乎要被追上了。
起作用。果然，宝儿姐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恶意是个啥玩意儿。我这边反而是个麻烦。嚯，还真热闹啊！从老萧的态度看，法器的防护也有极限。不过，就算我可以突破，也没必要。好闪！护身法宝对那个女人没用。正常，给你的只是自动防护的基本护。还有同伙。这小丫头还真精奏啊，居然没被拍扁。这流金如意的攻击变化莫测，你躲不开的。而我的翡翠扳指也不是一般的护身法器可比。只要我开启它，就可以抵御任何攻击，防护力也和那些低级货有。你的专属法器。宝儿姐，没事吧？没得死。看来有人帮我们破了那家伙的法器。陈朵，我们走。2个人，哼，路北的挺会玩啊。我干得不错嘛。妖人，你和那个老头一样，都是妖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神。哎，你刚才不是亲眼见到了吗？神的降临。啊，这违规了吧？路北的竟然有2个人，而且步摇碧莲竟然也是临时工。哎，我不是，这位是，就叫他宝儿就行了。这是路北历代临时工的代号，我只是助理，其他的少打听。那就剩路中的老哥和东北的妹子没见过了。哦，路北的，把你们的任务情况告诉一下吧。
一言难尽呐。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不过总觉得哪里挺别扭，可又想不出具体是哪里不对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了这里以后，经历这么多，不知道这些家伙发现没有？反正我就是个打工的，上面的命令我服从就行了。我只关心这次行动有多少可以杀。上面的命令原来都明白了呀。哎，老莫老乡，你们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就是，咱们被人耍了。耍了？被谁？上面。谁在上面？出来！老子已经发现你了。我说的上面是指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大区负责人的上级？为什么？虽然表面是联合临时工执行任务，但实际针对的是6大区的负责人。哎，你刚才说我们被谁耍了？宝儿，你觉得和你对上的白毛怎么样？好麻烦，尤其他手里那个啥子如意，能够自如地改变气的形态。靠自身的功力的话，那要相当水平才行。那件法器可以做到，说明也不是一般货色。炼气师本就少，能炼出来高品质的就更少。另外，你看看从我们进山遇到了多少，什么阿猫阿狗手里都有法器，简直像不要钱一样。那又怎么了？哼，那又怎么了？看来你一点也不了解炼气师啊。所谓炼气师，精力都放在了炼制各种奇异法器上，因为这样，所以自身大多不给力。因此，他们历来更愿意挂靠某个组织或势力。那些组织也很乐于接受他们，毕竟有机会得到好东西嘛。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唐门应该有1个，天下会有1个，全真有，数量不明，是谁也不明。武侯派数量不明，身份不明，而且他们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下懂了吗？天下会、唐门那样的势力也只有1个，而现在这伙人的法器像不要钱似的出现，我想象不出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炼气师，但我敢肯定，这些人绝不是小打小闹的团伙。就算像你说的，可又和董事会有什么关系？在任务简报中，有提到过1句吗？我从不高看这帮坐办公室的，但你要跟我说，他们废物到对这些压根儿不知情，打死我也不信。老孟，当出现危险的民间团体，你觉得一般会怎么处理啊？当地大区的负责人会派人了解情况，更多的时候，这个人选就是临时工。如果危险级别过高，就会调集大批人力去清剿。没错，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事实是，这次董事会要求6区临时工合作，而事先没有对其负责人透露事件的更多细节，这就叫霸王硬上弓。你们知道前段时间负责人被找去总部开会的事吗？董事会提出临时工指挥权统一交给总部的意见，之后总部又建议尝试各区临时工的合作任务，这是个负责人不愿意却又没法拒绝的提议。大家都明白，临时工是个好东西，比如这位宝儿，比如这位宝儿，与其说是公司的人，倒不如说是徐2代的私人武装。不错嘛，除了炼气师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
这帮家伙想董事会不在第一线，没有理由和资源招新兵，而一看上去也是个老家伙了。我估计就是董事会再次发难的时候，他们会说：“看吧，都是因为各区各自为政，才导致没法顺利合作。”是要知道。那各位，你们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我无所谓。这个啊，这是好事啊，跟着更高层混。这么一想，我们在这糊弄几天，然后回去交差，岂不是更爽？反正任务失败好像对我们更有利。麻烦，要真那样，只能带着马儿去开溜了。东北的，你还真是神出鬼没啊！老孟，你怎么看？跟了西北的华先生多少年了，不过也没办法，我要是归了总部，华先生一定会很郁闷吧。那就这么办吧。不行，我们找地方，找机会玩马儿去开溜。这怎么行？就这2天，你们就别都张出来了。你看他脸色都变了。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不过总觉得哪里挺别扭。情绪饱满的过头了。小哥，你觉得路北这俩什么路数啊？刀。操刀鬼。奇怪呀，为了避免某些任务失败而追溯到公司，临时工在任务中基本不会和负责人以外的公司人员来往，需要助力也是靠自己的关系从公司外找。而你们居然来了2个人，不是你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不清楚，不过你好像很担心宝儿的管理权被上交到董事会呀。你们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些都关我屁事。下次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就直接说好了，不用拐弯抹角。我很满意我现在的负责人，如果给我上头换几个无聊又古板的家伙，我也会很头疼。会成为临时工的，我想没什么正常人，大家多少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们路北的麻烦，我们不关心。上个月我过生日，老窦特地给我挑选了一个任务庆生，现在很好，我也不想有什么改变，这次就拜托各位了。怪我。看来有必要检讨一下，没办法啦，自己和这些怪胎打交道的方式。林中小屋的尸体和俘虏都已经接收，共21人，其他的报告，前线同事提到的夏柳青，目前没有发现。果然还是被这老小子逃了。还好，这个伤得不重。小兔崽子，爷爷有好多事情要问你呢。
这大白天怎么动手？不用着急，等陈朵到了老巢再下手也不迟。你是陆中的，叫我黑管就行。哦，来，一起吃吧。不用了。在河边破了白毛法器的就是你吗？为什么不再来一下，解决了他们？哼，你当那件法器是一般货吗？那3下几乎耗光了我的力气。看你是远程攻击，应该不用露面，为什么突然？哼，可以的话，谁会愿意出来呀？说不准在座的各位哪天就会成为我的任务目标呢。要是万一喜欢上你们，那就更糟了。小哥，我喜欢这家伙。不过瞎琢磨这些都没有用，这次的任务没办法靠我一个人完成，总不能一直躲着大家吧？喂，四哥，临时跟我这么说，我也……什么？临时变更任务？你们从目的地捉住的人，公司连夜审了，所有的人都隶属于一个叫心结的组织。搞什么呀？虽然不在我的辖区，他居然还有我完全不了解的异人组织，真离谱。就在刚才，心结已经被董事会定性为邪教，你们的任务更新了。哦，嘿嘿，他先接我的了，叶总，还得是亲师叔啊。有话快说。别这么暴躁，看这碧游村风景也不比咱龙虎山差。经典有机奶喝，3.8克乳蛋白，浓郁醇香，贼好喝。还不改哦？我也有。以后再说这些谁都知道的废话，你就别上山了。怎么样？这碧游村住的还习惯吗？不错，大开眼界啊，教主。从你来这里，我就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要叫我教主，很 low 啊，超级中二啊！好的，教主。哼，早知道就不叫什么心结教，那些人胡闹也就算了，跟着瞎起什么哄？还是说，你已经愿意留下来帮我了？这个嘛，回想起你刚到村里时那副兴师问罪的样子，还真好笑，明明都拒绝我了。哼，最近也不知道我是倒霉还是走运，一个一个都跟说好了一样，排队来抽我们武侯派的脸。这地方环境不错，招待的也很周到，倒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就是没什么娱乐。我就是来看看
造出甩了武侯神机8条街的作品的人长什么样子。话说回来，口口声声要我帮你，帮你什么？之前我自我介绍过了，我是8奇迹的继承人。靠着这手段，老弟你最近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得很。不过别会错意，我主要关注的还不是你，而是王道长。奇怪的人倒是遇见了，我还要和这个人去个奇怪的地方，见个奇怪的教主呢。别去，你听我的，这些人来路不明，目的也不明。这些人也找到你了，谢了，老王。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不用您老操心了。哼，因为担心我被这个教主当成麻烦给收拾了，所以你也跑来了。哼，也许这家伙说的对，我接近你，确实是别有用心呢。我还真是对你治我的手段耿耿于怀，但那是我要解决的心病，你用不着赢我一次，就好像对不住我似的。我还真有点对不住你。其实，本来我可以不赢你的。什么？到了山上，我才发现天师这一劫的具体应验。为了保证张楚岚晋级，天师一定会暗中对你下绊子，你会败给张楚岚。但凭你家的背景，一定会有所察觉。如果张扬出去，就会导致天师身败名裂。你这么个小孩不值得搭上天师，所以我就替他把你收拾了。哎呀，现在看来，天师的劫是躲过了，可我的行为对你的影响却是负面的。抱歉，是我擅自改变了你的命运。唉，原来是这样，确实改变了。不过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坏，你说了可不算。我说过了，你不用对我感到歉疚。二位，给你们介绍一下，刘当，重度的格斗技痴迷者。王爷道长，请帮我打败他。啊？我啊？还是算了吧。王道长懒得动手，诸葛老弟也行。总之，和这个家伙随便过过手就行。我去，这不是纯粹靠锻炼得来的肌肉。王爷，确实是经过锤炼的身体，但是这人根本没练过气。教主，你什么意思？三位，跟我来。就像你们看到的，刘当是个普通人，他是个痴迷于格斗的家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颇有名气。如果没有在拳馆遇到那个小学员，那是个奇怪的小子，进来拳馆的时候是个纯外行，但1个月后，当哥，我跟你是吧？成，今天哥心情好，就陪你练练。
结果呢？当然是被我揍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刚刚学了几天的兽流，居然在实战中让我感受到了压力。等我冷静下来，才发现，我竟然用全力揍了一个新手。对不起啊，是我下手重了。没事儿，当哥，我自找的。早知道就听师傅的了。我果然不是这块料。师傅，这小子开始还不愿意说，后来我用真诚打动了他，他才答应带我去见他师傅。功夫，哈哈哈哈哈！我老头哪会什么功夫？我是教这孩子打铁的。那是一个手工断刀老头，我不相信老头的话，所以我请求留在那里做学徒。好啊，现在愿意学这个老手艺的年轻人不多了。呵呵，也是啊，用机器多有效率呀。没想到老头一口就答应了，于是我就留在老头那里学习断刀打铁，但是必须用老头教给我的呼吸方式去完成断打动作。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断出好刀。小伙子，你一定要留在我这儿断刀，我也不拦你，但我建议还是回去吧。你不是这块料，在我这儿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我在那里留了1个月，除了断刀，我什么也没做。可我也不能一直这么荒废下去。回到拳馆之后，我更加刻苦的训练。以往我意识到进步，都会感觉到喜悦，但这次不同，越强，我就越觉得无力。再多的胜利也无法满足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缺失了什么。都在求人。混战！看什么？哦，对不起。这一拳，一般人早就昏过去了。而且，这个人和打铁小子的感觉很像。所以你就跟着那家伙来了碧游村？啊。一位是武当的王野道长，一位是诸葛家的卿。当哥，通过这2位，你切身感到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了吧？我真的没办法吗？像2位一样，那个什么气？没办法，你没有资质。那个打铁的老头教你的呼吸，应该就是他本门的调息之法。他是真心想上你，那是能够让人快速察觉到体内气的功夫。可惜你1个月都察觉不到。我7岁入手，2天内就得到了气感。还有些人不用任何法门，天生就能感觉到气的存在。2周内感觉不到的，我们都认为是没有资质的人。大多数人花几10年才能感觉到，或者一辈子都感觉不到。诸葛老弟，也别说这么绝。
来来，诸葛先生，王道长，我敬你们一杯。我不太能喝。二位，你们都看到了，修身炉，还有这些如花，都是我的造物。这就是神机百炼，所有的执炉者皆为上品根器。如果你们肯留下来帮我执炉，你们不光拥有它的使用权利，我还会把神机百炼也交给你们。哼，你真大方，那可是8奇迹之一啊！哼，那又怎么了？秦老弟，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自称心结？那场商周大战或许是天下之争，而他们背后的一人之间又厮杀个什么？封神之战的真正起因，实际上是由2派异人对传道这件事的不同理念所引发的。比起自诩为正统禅的非智人不传，我更认同劫的有教无类。所以，如果能用神机百炼换来2位助我，那我真是占了大便宜。了不起，教主你还真是个痛快人呐。这样吧，今晚我们考虑考虑，明儿给你答复。没问题，我明天静候2位佳音。好喝。哎，老王，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这狐狸什么时候成傻白甜了？赶紧收拾东西跑啊！现在，马上！你喝什么呢？经典啊，很有营养的。就算要拒绝这个什么教主，也不用偷跑吧？你这样太没礼貌了。嗯？不会是想留下吧？瞧你说的，那你倒是收拾。嗨，扔这算了。行，你是大少爷，随你。哎，你干嘛生气啊？你走不走啊？瞧这大山荒的，那帮人一犯浑，挖坑把咱俩埋在这儿，别人永远也别想找到咱俩。老庆，你果然不对劲儿。嗯？自打看到那个什么炉以后，你话就变少了。我是在琢磨呀，这个马先红把咱俩叫到这里来，这是至少从罗天大教开始就注意咱们了呀。所以我担心。你担心什么？王道长，秦老弟，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既然他对我们有所图，又怎么会让我们偷偷溜掉？我就是担心这个。马上聚集村里的所有上神器械。2位，就算不打算留下来，跟我明说就行了。这么不辞而别，瞧不起我吗？啊，明说你就能放我们走吗？你们走不走我是无所谓，不过我身后这些朋友觉得，罗天大教上大放异彩的2位难得来一趟，不领教领教就太亏了呀。唉，就知道你们没憋好屁。算了。好快！中宫我定。2位小心！我去！主刀看断了
风。冻土术？不是，这是你把诸神一定范围内的土石变得像水一样的法术。风剑。哼，还真有点邪的。下来！老青！该死！没有在正确的宫位上使用这种水平的土和车。丁老弟，你这是何必呢？哎，不要转身，转身就意味着你要正式与我开战。直说吧，我们想领教的不是你们武侯家的奇门，而是王道长在龙虎山击败之术。我想得到的。不过必须说明一点，我自始至终也没对你们说谎。我确实希望你加入，成为我们的一员。我的神机百炼和王道长的绝技你都能得到。当然，你也可以静观其变。万一王道长能创造奇迹，把我们都打倒也说不定。老青被挟制了，已经镇住了5个，再这么镇下去，我也撑不住了。先解决一个。哼。了不起，了不起！居然以一己之力制住了8位上根期。不过，看来你已经很吃力了。乱剑托！老青，快走！我已经撑不住了，对吧？老王啊，你也有今天。你在干什么？还不快走！现在的石囊还没有办法收纳有意识的东西，我还需要精进啊。教主，他们来抓我了。放心，你是我的同伴，我会保护你。等等，这家伙，老王，找人救我也好，或者替我报仇也罢，那都是你逃出升天之后的事了。现在你我没有争执的时间，你不用觉得欠我什么。训子与我相性最合，不必占卜也能威力全开。我也很喜欢你这个人，因为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你这人做事时总是先替别人考虑。住手！试炼！老王，我这个人呢，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是先为自己着想的。诸葛青，
抱歉，老青，看来要辜负你的好意了。唉，陈道走投无路的时候，再丢下你跑也不是不行。不过现在还不是不至于嘛。马先红，你要是赢了，放老青下山，我留下。你想要的东西我给你，放心，假不了，包教包会。王爷，你。 王道长，我没有赢，是你们赢了。道长，你赢得了一个可以倾心相交的好友，秦老弟赢得了碧游村上下的尊重。第一次电话我就说了，你的绝技是正统传承，所以我当你是自己人。赢了！待会儿输得结账啊！不能够啊！这家伙明明一张奸人脸，居然害我输钱。 那些伤害你的恶徒，我会替你解决；那些戴着面具、别有用心接近你的家伙，我也会为你清除。马先红，你到底什么意思？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才会露出真面目。或许二位助我，总要亲自体验一下二位的人性，尤其是诸葛老弟，让人格外感动。 我现在依然邀请二位，不过二位好像自始至终就不大喜欢我。但是无所谓，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从来都不会强迫别人。二位要下山就请便，记住，这里随时欢迎你。当然，房间还给你们留着。算了，行，走吧。 老青，唉，累死了。老王，我可能还要在这里歇几天。老青，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不管这个马先红是好是歹，这里都是个是非之地。他怎样，他要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我说过了，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一定是先替自己考虑的。 他中了我的媚蛊，以最低的生理消耗进入了休眠，没有解药不会醒来。辛苦了。现在的屎囊还没有办法收纳有意识的东西，我还需要精进。教主，他们来抓我了。放心，你是我的同伴，我会保护你。 陈君燕，在等我吗？走，咱们回家。陈君燕，姐姐脏死了，要去洗一洗了。老实待着。 乖，陈君燕，别跟过来，会没命的。
教主，张坤，王道长似乎在这守了一夜。马先红，跟我来，一个人。教主，谁都不许跟来。道爷，这里没人打扰了，有话讲吧。马建红，不管你要做什么，收手吧。马先红，世间诸般皆由鸿蒙所化，在这内境模拟的鸿蒙当中，请告诉我，马先红这条线会给世间带来怎样的变化？不可能，怎么可能？和我在武当问张楚岚时的情形一样，张楚岚与我和老秦同在内境那次也是，但是马先红不应该这么严重，绝不应该。道爷，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命格轻贱，所图者太大，负担不起自己的大志，成不了。哼，有志者事竟成。我不是讥讽你，轻贱之人若能达官知命，未尝不能获得幸福。我不信命，即使会殃及身边的人，也没关系。当然有关系。所以碧游村向来是来去自由，但就算只剩我一人，也会继续下去。你和我遇到的另一个人很像，都置身于巨大的漩涡中心。你们又有所不同，你所图者牵连太广，危害太大，而另一个人的走向，现在我还看不懂。你若不收手，今天就在这儿废了你。马建红，不管你要做什么，收手吧。你若不收手，今天就在这儿废了你。教主，教主，来了几个奇怪的家伙。大家看啊，我们终于到了碧游村。何在？今天有起来，有营养，喉咙好好喝。行，正好来瓶牛奶补补钙，这车坐的我腰疼。到了。他们也是来投奔马教主的，知道舞团，来，大家让一让，借过借过。就是看着也不像善茬。老王，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几位，光临这碧游村，有何贵干？您是村长马先红。哦，您就是马村长啊！听说碧游村一直都在招揽人才。我们想来投奔马村长您，那可惜了，这里不。哎，您就是当家的吗？您要是当家的，我可得劝您一句了，千万别轻易说出不欢迎之类的话来。这几块料都是神经病。怎么样，张楚岚？没想到你我还有这样的渊源吧？神机百炼，马本在。我爷爷的结义兄弟，你太爷，那我岂不是你干叔叔？油嘴滑舌。没想到你给公司打工打得还挺开心啊。也好，有公司庇护不是坏事。说吧，你们进村的目的？
很简单，陈朵，只要你不插手，我们可以自己带他走。张楚岚，你会放弃自己的伙伴吗？他杀了人，杀了公司的人，犯法了，对吧？所以呢，报警啊，让法律来制裁他。现在公司出面，这算什么？寻仇吗？还是遮丑啊？好，我就不跟你谈法律，我跟你讲讲道义。你们凭什么囚禁他这么多年？要知道，那时候他自己都没有作为一个人的自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了他？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贪婪，结果事情终于失控，伤到了自己。现在终于想起要毁灭这个女孩了吗？自始至终，你们这些人有谁替她想过吗？陈朵大师，早。他要的只是被这个世界接受而已，不是孤身圣童，是陈朵，可以被爱，可以被恨，可以被拥抱，也可以被殴打。那个对象是叫做陈朵的人，而我答应了陈朵，给他这个机会。张楚岚，你觉得我现在会把陈朵交给你吗？糟了，最恶心的局面出现了。黑管，透露点吧。透露什么？靠！早知道就不露面了。你可是陆中的人，谁不知道陆中的那位大姐，家族可不止在圈里有影响力。她当大区负责人，完全就是屈就了。别人不知道的事，她可说不准。她就没透露给你点内幕？哎，你们不要用这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老孟，好好开车。我这么和你们说吧，假如这次的任务写成故事，我们才是反派。反派？我们？对，我是直接去问了我的负责人。你们猜对了一部分，董事会确实打算在你们失败之后，借机对现行的临时工制度问责，但董事会也真心不希望你们失败。这次出动全部临时工的真正原因是，董事会没法动用别的力量了。一个大区的负责人被自己的临时工干掉了，董事会头疼的根本不是这个，他们面对的是人口红线有可能被打破的危机。人口红线？张楚岚，你知道我国现在有多少人吗？好像14亿左右。那么艺人呢？目前记录在案的不超过15000人，而不容易记录在案的个体通常都是极少数。这么算下来，现在艺人和普通人的人口比例大约在10万到9万分之一的样子，看着很和谐。那么能够容忍的艺人人口比例上限是多少呢？5万分之一，这是世界各国经过研究通行的人口比例，这个就叫做人口比例红线。那如果超过这个比例会怎样？艺人个体强，但是数量少。不过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艺人打算站出来领导国家的先例，比如项王，木生双瞳，号称力能拔山的一代霸王，最终还是败给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混混。真正的败因就是身为艺人，不懂得向大多数平凡人妥协。可一旦艺人数量超过人口红线，又会引发危机。所以从古至今对艺人采取同一种态度，让艺人们自己解决。总之，欢迎艺人之间的互相杀戮。而一旦比例超过红线，原本松散的艺人凝聚意识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普通人察觉艺人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大。公元4世纪的灭佛，中世纪的猎杀女巫，这种事任何领导层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董事会认为碧游村里存在着能够自由转化普通人为异人的力量。这力量一旦扩散，人口红线将被彻底打破。可是这件事本身是无法可依的，拥有这种力量的家伙，从道义上也没有过错。对，要对一群无辜的人下手，哪怕不择手段，也要阻止他们。就算你是好人，不，就算你是圣人，只要你不妥协，就会把你打倒。马先皇，你就是我们这次的任务啊！这样，老马，你先冷静冷静，不要这么着急给我答复。接下来的几天，让我们好好谈谈，看看这事儿有没有什么可能能够和平解决。可以，但你能保证门外那几个不生事吗？门外的那几个我管不着，但是他们要在你我有了结果之前就向陈朵动手了，你尽管收拾他们，给他们安排住处。谢了，嘿嘿，放心吧，马村长，吃住我们都给钱。这些人的事，除了上根器之间，尽量不要对其他人提起。你们盯住这几个人就行，但也不要和他们起摩擦。他们的目标是陈朵，只要没对陈朵出手，就不要得罪他。很顺利，大家只要暂时不对陈朵动手，咱们就可以继续待在村子里。这期间呢，我会去纠缠马先红，所以各位尽可能的去了解情况吧。快，别下手，还没做呢。神乎其技啊！在后怕吗？差点就被我切开晾着。哦，怎么了？还生气了？不，是后悔，后悔那时没有被你切开。虽然当时被你们那么多人围攻，可你要是从这里切开，就能看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你啊，芙蓉。等等，太过了吧，也太肉麻了。肉麻吗？我只是实话实说呀。实话实说，你还真不掩饰自己是个渣啊。你了解我多少就谈喜欢？见你一面就爱上，有什么不对吗？仅仅是爱上你的样子，有什么问题吗？因为爱上了，所以想更多的了解啊。我只见过你一面，难道我说第一眼就爱上了你的灵魂，你就满意了？还是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你肯定想象不到，你在我眼里有多可爱。出去，别拉着！嗯，蓉姐，大事不妙，大事不妙呀！这么不负责任的说出不要脸的话，村长给村里招来一个失误姐。唉，接下来找谁消遣一下去呢？蓉姐，蓉姐，想什么呢？我回想历任男友，好像还都是这型的。蓉姐，请住！别玩你萝卜的诱惑，这次一定要找个老实人。你看子桓哥，全村几乎没人看不出他喜欢你，这呆货就是抹不开脸告白。子桓啊，那家伙要是告白了，我还真头疼。老实人不好玩啊。蓉姐，卓可卿这个夯货，打算加入碧游村吗？还有神机百炼、修山龙，多谢你啊，王爷，这些情报太有用了。你们是来对付碧游村的吧？算我一个。
核已经充能完成了。来，秦老弟，用你的气来发动吧。今后，这个如花就归你驱使了。谢谢你，愿意成为第12个上根器。夏老弟，术真那么难练吗？10个奇门9个风，有这个说法吧？的确。为什么？术的进攻和别的功法有点不一样罢了。哦。所有的术都会面临内景的挑战，进攻一旦入手，无非就是类似的几个阶段呗。离生喜乐，初次体会到静；定生喜乐，静的感觉加强；离喜妙乐，随着功夫的加深，人会体验到静所带来的快感。舍念清净，连清净所带来的快感都已经抛弃。总之，最后到达空无所空的地步才算圆满吧。当然了，以舍念清净的状态去修炼自然是完美的。但术士不同，只要是按照术的方法成功入门，就会在静中进入一种叫内景的状态。这个内景，从程度上说，很像离喜妙乐的境界。在那个状态下，你会体验到很难以名状的快感。你会心想事成，你会无所不能，你会舍不得那种快感，进入所谓的贪禅状态。所以，正统师承的术士在正式修行前，会对单纯的进攻有极严格的要求。哎，你问这个干嘛？这位赵念老弟要是早遇上你就好了。这老弟本身是个程序员，不知道从哪弄来本奇门抄本，仗着自己对术数理论有点研究就自学，结果变这样了。教主啊，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他的问题不是出在身体上。没事，辛苦您了，毕老。马教主，我儿子他……您放心，我再想办法。哎，薛老弟，你想不想试试用这个修身炉？我又不是大夫，不过我早就想玩玩这个炉子了。增加一个直炉位，毕老会为你打下手。之前毕老彻查了念的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都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我还有一个思路，修身炉可以让炉中人一定程度上模仿直炉人的经脉状态，或许就可以。没用，某种意义上，陷入内景的人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能够进入内景，反而证明经脉的运行是正确的。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意识里走丢了。意识？对呀，教主，这点我也想到了。刚才我进入了念的意识，可惜我是无能为力了。哦，你没有办法让我进入这人的意识？对，可以。内景共享也……算了，都习惯了。告诉我连接的方法。这是飞人，天上好多飞人呐！地震！
真是盛大的欢迎场面。小子，今天绝对不会再放你走了！投降吧！难道你还想与我们这些神圣为敌？投降？我可不答应！他夺我法器，我要杀他全家！萧西子林，听到了吗？这些人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处境的样子。夺你法器，修道之人本就弱肉强食，有本事你就再夺回去，七星破天！是啊，怎么可能？你不过是个……挡我路者！休说诸天神圣，就是这天，我也要。老哥，不，上仙，敢问上仙怎么称呼啊？云商念，来者何人？这是连姓都改了吧？没错，就是他。不过上回我来，头发颜色不是这个啊。哦，身边的女娃好像也换了。秦老弟，怎么出来了？大师，我儿子怎么样了？我觉得吧，他现在挺幸福的。不用治，没毛病。我觉得吧，他现在挺幸福的。不用治，没毛病。秦老弟，能不能别闹？难不成你也没有办法吗？大师，钱的话您尽管开价。不是那个意思。怎么说呢？以他的情况，让他清醒不难，但醒来之后，说不准什么时候他还会再进去。教主，你有办法在他醒来之后清除一部分记忆吗？办不到。即使能够办到，我也绝不会那么做。我就那么一问，怎么这么严肃？哎，算了。如果办不到，那只能按我的方法来了。内景这玩意儿存在于意识深处最柔弱的部分，我在其中给他的影响也会格外深刻，也许会遭受些打击。没问题吧，阿姨？大师，拜托您了。忽然消失又忽然出现，老者，我记得已将你斩成飞灰，难道你们是传说中不死的东冥破族吗？上仙，我们不是什么破族，我们就是你妈请来的，你妈让我叫你回去。我母亲的人，哼，你们当我傻吗？啊？当年母亲为了保护我这个太初一脉最后的骨血，至今还被镇在夷皇卡中。说，到底干什么的？哎，受不了了，这货死活关我什么事？诸葛小兄弟啊，就当给教主个面子，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总之，就是你现在这个快乐的上仙生活是假的，真实的世界里，你就是个一般的上班族。有趣，和这老者是一套说辞。我对你们的来历越来越感兴趣。的确，我曾经做过一些奇怪的梦，梦中的世界有个丑陋、卑微、懦弱的我，在那个世界中，我不去伤害任何人，却一直被大家伤害着，大家都看不起我。你误会的太多了，其实大家不是看不起你，而是大家根本就没看你，各有各的忙，看你干嘛？垃圾！我去！诸葛小兄弟，别再激怒他了，这是他的意识世界，咱们不是对手啊！放心吧，这里也是术士的内景，也是我的主场。非同情为何想跳进了发着如落鸟分灯呼应身旁飞高翔
见真实流放，眼的中就细看，仿佛将激情向天，莫测为真人之王。还真有点难度啊！空手接我一击，这武技至少也在黄阶晚期了。你才晚期，你全家都晚期。我可为中锋剑气之四方。赞呐，诸葛小老弟，就这么打醒他吧。我不是说了吗？打醒他并不难，但他再次进入内井里还是会沉沦。要在这个内井里彻底击垮他，要在他的意识最深处牢牢刻上敬畏才行。击垮我！什么都不懂！三千大道铸造，灭世三魔界之二，共斩！如今你也暂时暂时大了危险在哪里？月姐哥，你果然是最强的！居然连空间都被展开了！哎呀，还展天？你说你没事老展天做什么？这个声音不是刚才那个人。老天招你惹你了，你没事展着干嘛？你究竟是谁？我是那个真实世界中的你。妖人！你这个妖人！你不可能！毁天灭地，我能破碎时空！为什么杀不死我？很简单，因为你现在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是虚幻，而那个你不愿意去回想起来的梦境，才是真实。你算老几？你也配定义什么是真实？你当你是神啊？哎，纠正你一点，神也不配定义真实，而我只是定义了这个世界的虚幻而已。虚幻？我坚实的踩着大地，我畅快的呼吸着空气，这些我切实感受到的东西。别别让他废话！你们不要！子灵，就是。感受吗？感受就能当真的话，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刻苦修行的人了。你不妨问问自己，你斩断空间的这一招到底是怎么用出来的？能量究竟如何运转？斩在了什么地方？衣服念哥！按照一般套路，想必你一定出身名门吧？究竟是什么动机让你们成为这个人的附属品？啊？看到问题的关键了吗？一切都不合理呀！感受这玩意儿经常不靠谱啊！如果感受就意味着真实，那你的真实靠几片药片就可以扭曲。这个世界不真实，你说的梦中世界难道就真实了？的确，因为那里更合理。随便吸引到这里最优秀的女性不合理，无法和女性对等交流在你身上更合理，所以真实。道即真实，理即真实。那个梦境真实的证据，不就在你的记忆里吗？这个虚构世界的一切，不都源自那里吗？我不要那样的真实，我不要。什么真实或虚幻，只要能让我成为强者的地方就好。强者？你是说这？怎么会这样？第一次有这种反应，是青武器导致部件过载引起的震动吗？不对，这些部件的反应，难道说青老弟，你可要快点，这个炉子不知还能撑多久。九溪、子灵，你们在哪儿？别留下我一个人！看，
我一脚震碎了你的世界，强吗？我不觉得，因为我从这一击里感受不到丝毫的道理，而你想象不到我修行时做了怎样艰苦的训练。道理的，烦死了！只能体验成为强者的感受，不讲道理又能怎样？问题是强者都是讲理的，权力也好，数理还是物理也罢，强者就是在探究真理的道路上诞生的，这绝对不是一条舒服的路。不信你回想一下，在那个你不愿意提及的梦境中，你不是也在那条路上走过吗？这个动辄斩天的上仙与那个彻夜苦读的书呆子比，哪个更真实，哪个更强呢？来呀，别说了，反正那是个梦境，只不过是梦境里的一个垃圾书呆子可笑的努力。云商念比赵念这个垃圾强多了，对吧？别说了，别说了！马教主，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不行了，停死了！我很弱，我没有，你放弃了吧？跟我有啥关系？是你自己要变强，那就记住今天的痛苦吧。强者照你这么说，不都成受戒狂了吗？差不多吧。强者是分子，就是要忍受分母们无法忍受的，才能脱颖而出。我作为术士，也算追求这世界真理的一类人了。若还想在变强的路上走下去，比今天更痛苦的日子有的是。要是仍然觉得这世界容不下你，你还会逃到内境中去。不过那时有没有人拉你出来，就不知道了。我不会再做梦了，不做梦了。好了，既然你彻底清醒了，那我和你谈谈最关键的吧。你信马由缰了。你知道心猿意马这个概念吧？过去的修行人把心肺比作猴子，司心智为阳；肝肾比作猪，司人七情六欲为阴；脾胃五行属为调和阴阳之体，称之为沙和尚。一马在故事中是什么，不用我讲了吧？马上这位元神就被叫做三藏，平时浑浑噩噩，藏在我们灵魂最深处，在我们专注时，元神会稍微显现出来主导我们，这时的元神又容易被意识惊扰。任凭一马由缰的话，一刀解决。还记得那只闹天宫的猴子吗？自称齐天大圣，齐天之龙为亢龙，亢龙有虎，是颓，逃者食也，其中有人属纯阳。明明已在四海龙王处靠夺宝成就纯阳之体，却还要在蟠桃园偷吃成熟仙桃。本为纯阳之体，再不阳，是为阳极。阳极生阴，所以吃完桃子就遇到七仙女，至阴之下，攻破。又以大圣之姿去迎战小圣杨戬。杨戬是少阳之象，全攻已破的大圣必于败，导致猴子悲剧收场。这就是闹天宫的真相，一个大家想尽力挽救，最终无奈地发现已无可救药的悲剧。我们往回想，猴子崩溃的起点在哪里？刀法御马剑，信马由缰，必遭劫难。比起放纵的大圣，行走在修行路上的人都该做个弼马温。闹天宫是前辈写的反面教材吗？其实心猿是最擅长驾驭一马的。之后猴子很好的完成了收复一马的工作，一路上稳稳地牵着缰绳。三人中，沙僧为皮土，为阴阳之体；果味为金身罗汉，强健之体魄也有利于一马的平稳。绝对不能把一马交给主肝肾的水害。专司七情六欲的他，一旦负责牵马，
就是劫难的开始。你这次在内景里走火入魔，就是意识被情感支配的后果。兼顾心态，强健体魄，这就是收服一马的手段。我再问你，三藏这匹马是什么马？白龙马。白龙马的另一个身份是西海龙王三太子，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谜语。用术数来读这个西方龙三。西方龙三，西方前之三爻。没错，赵念，这就是我送你的最后一句话。秦大师，我会记住的，我会永远记住。前三，君子终日浅浅，习体若厉，无咎。赵念那小子的事算是解决了。不过教主啊，这炉子的锅我可不背啊。没关系，这炉子毁得好。你不在意就好。那我回去了。怎么会不在意？秦老弟，帮帮忙啊！在这里多待会儿，我已经召唤干活的来了。毕老，今晚辛苦了，您回去休息吧。估计这几天我都不会出来。告诉其他上根器，盯住那些陌生人，只要他们不生事，尽量别惹恼啊。好。有了，之前就没想到。哎，这炉子就这么拆了，不打算修修吗？没必要，只要核没被破坏就好。这个核会吸收直炉者的气，以此为能量运转修身炉。真的让我猜对了。你等等。后来在收集了足够多气的样本之后，炉子却遇到了瓶颈。无论我怎么改进，理论上能够成立的功能却一直无法实现。有天，我忽然想到一位神机一门的代表人物黄月英，他的诸多造物正是在与大术士孔明的结合之后完成的。制造巨神力量神机和使用抽象力量的术，或许是绝妙的组合。这正是现在这个炉子欠缺的。秦老弟，你在直炉时使用术法了，对吧？当时炉子的异动，我现在懂了，不是故障，而是核被正确的引导，打算以术法的力量驱动炉子运转。现在有了你做指导，我可以重新设计这个炉子的构造。这次将会是结合了数理的完美神机。秦老弟，你会帮我吧？帮是肯定会帮了，不过今天都几点了？你风风火火的摆出这个阵势，我去，这是持久战的准备啊！2套地铺，把我也算进去了吗？难道想一直宅在这里？绝对没错，这几天我算看出来了，这货本质上是个狂热技术宅。接着，把上面的镜片拧下来，往里看。这是什么？神机百列。马仙湖，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神机百列吗？给你了呀。就这么给我了？不然呢？
你以为我说会把神机百炼传给大家是说笑吗？其实，在你之前，我已经传给过一位上根器了，并不是因为他帮了我多大忙，只因他确实有炼气的天分。秦老弟，你不知道这个修身炉对我多重要。你帮我这么大的忙，仅仅用这么本书报答你，我还有点过意不去呢。哼，哎呀，以前从没想到过的点子层出不穷啊！我这次打算让炉子模块化。哎，秦老弟，你帮我看看怎么分布合适啊？要符合你们布阵要求的。你又打算往外跑？以前一直以为猪都是又馋又懒的，没想到这么能折腾。这儿的猪都没敲啊！哎，敲什么敲啊？公的就割掉蛋蛋，母的就割掉子宫。哎呦，太残忍了吧！不敲不好吃啊，它们发情就不长肉了。哎呀，那咱们也敲了他们。别闹了，老张你又不是不知道，咱这一村人哪有会干这个的？我去，小姑娘真溜啊，这么年轻也会。真熟。小姑娘，你怎么会这？这就成了。以前跟村里头的敲竹师傅学的，一进村看你们干活的架势就晓得，你们明明是外行，为啥子要做到这儿？还真是，就说老张吧，人家可是大老板呐。嗨，那都瞎扯淡。我人脉广，以前了解点奇人异事，老天可怜我呀，让我认识了马教主。如果还能更进一步的话，一辈子都在这种地才好呢。谁要回去天天为了点票子奔命啊？哎，小姑娘，你来这村子也是求教主帮你成为异人的吗？不啊，我本来就是。你也是个大师啊！你有什么神通异能？我比你们能吃、能睡、能活。暗宝，我去，我以为是瞎传呢，原来真有啊！像陈朵这种情况，公司肯定会把他送进暗堡的。你进去过？一次而已。目标的押送过程载具全程封闭，所以我也不知道暗堡在什么地方。我执行过许多危险的任务，自诩也算见过世面了，但是抓捕的那个目标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虽然抱着疑惑，我还是准备下手，但就在我要动手的那一刻，我的心脏居然出了问题。你有心脏病？看不出来啊。并没有心脏病，执行任务前几天体检过，可几天后我就有了心脏病，而且是极为罕见的心肌问题。手术就是那个目标给我做的，完美修复了我的心肌。不过我一恢复就马上拿下了。你是想说你得病是那个女医生要你得的？1952年，东瀛艺人手冢治龙提出了阴人的存在理论。他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可以某种程度逆转因果的人类，比如说，不是我生病后去看医生，而是我一旦进入这名医生的领域就会生病，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命格。我们把这种称作风波命。那次我的目标就是风波命，他也好，孤身圣童也罢，或许他们不想引起问题，但很不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暗堡就是收容这种人用的。好吧，接下来把收集到的情报汇总一下吧。杜永波，35岁，前建筑设计师，
桑江，42岁，经营一家媒体公司，2个月前成为艺人。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你们的效率都太慢了，我都给你们整理好了。个人履历、身份、户口、护照，我去，还有银行信息。嘿嘿，全村的个人信息都在这里了。哎，这几天可累死姐了。东北的，你现在在这里吗？我在啊。他在村里。抱歉，除非你解释清楚怎么搞到的，不然我们无法相信这些信息。你什么意思啊？抱歉，我不是针对你，也不是好奇你的手段。要知道，这次行动开始时，所有人都是不打算与对方碰面的。现在迫于形势，只有面对面的交流，才能收获彼此的信任。东北的，你还没有收获到大家的信任。路北的我，你家有被害妄想症吧？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在暗中偷偷监视你，全都不怀好意？一路上就对我东打听西打听。咋个了？嘿嘿，张楚岚把东北的惹毛了。东北的，冷静冷静，这次我支持路北的。就是，现在直接这么甩过来，确实让人有点难以置信。肖哥，你也跟他们一起欺负人家？你以为我一个人被晒在一边的滋味很好吗？你以为我不想找大家一起玩啊？这就是我。我并不介意暴露我的身份，我是东北大区负责人的女儿，叫我阿壮就行。哼，老头一直想要男孩，才会给我和姐姐起这种倒霉名字。我的身体现在在某个地方藏着，我不是故意躲着大家，我根本没有和大家坐在一起的资本。手机居然自己放起歌来。我是个先天艺人，天生可以观察和修改电磁波，而我后来投在五柳派门下学习丹法，也已经到了出阳神的地步。有趣的是，我后天的功夫和先天的能力慢慢起了化学反应。我发现我的灵魂已经可以以电磁波的状态长时间脱离身体行动，而现在的我就是以这种状态在大家身边的。虽然无法直接听到和看到，但我能通过控制电磁波和你们交流。目前为止，我只见过萧哥，大家的摄像头我是没有去打开了。二壮，对不起。没事啦，被你逼着坦白后，反而轻松多了。现在各位能理解我为什么可以速度弄来全村人的资料了吧？从一个人打开手机那刻起，他在姐眼里就是全裸的了。好了，这下你们可以了吧？哎，累死姐了，姐要回身体那边休息休息去了。等等，二壮。讨厌你们！我想哭，又没有身体可以哭，咋办？至于吗？你懂个屁！等等，路北咋是俩人？这不要脸怎么乱入的？是无形大剑。不用纠正了，又没好到哪儿去。哎，西北呢？西北呢？不在，他有别的任务，不过也不用看了。是我的错觉吗？好像在笑。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上根器。哎，这个新进的诸葛青怎么办？他应该不会给咱们造成多大麻烦，放心，有人收拾这倒霉孩子。除了诸葛青，这些上根器里还有古怪的家伙。你们看这个傅荣的资料。没什么呀，师从剑气名家，摄魂人的经历也很正常。
还不错的学历和工作。从这个辞职时间看，之后不久应该就来到了碧游村。球儿，看看他在这段时间内的短信内容。哼，这是……嘿，这些上根器。萧哥，怎么了？刚才开始就对着上根器的档案傻笑。其实我看你一进村，心情就很好的样子。诸位，这个赵归真，我就预定了。哦，这位茅山上清的道爷，萧哥你认识？不认识。张楚岚，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啊，这位嘛，正气凛然，很严肃，有点刻板的感觉。那么现在呢？从这只眼睛里还能看到正气吗？人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被貌相的，其实很多真实隐藏在脸部细节当中，但是人们却习惯去综合地感受人的外貌。所以说，人不应该被简单的貌相。你看黑管，整体看上去就是硬朗粗犷的中年人，但人生在他脸上雕刻的痕迹已经相当明显了。习惯性的挑眉引起的纹路，长期审视留下的痕迹，却暴露了他粗中有细，一只眼意外的温柔。硬朗前凸的下巴是强硬好斗的象征，但嘴不放松，不是容易走极端的人。你是那种即使有艰巨任务，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的类型。小张啊，回过头来你再审视一下赵桂珍的这只眼睛，告诉我感受。乖戾，冷漠。单独看嘴角呢？我说不清楚，总之单独看嘴角的话很不舒服。凶狠残暴，一般人我是不会在意的，但是这种面相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自小出家的人脸上。这个赵归真，我几天前就拜托我的负责人去查了。各位，你们知道我是个病人，对病友的存在可是很敏感的。好了，情况大致都摸得差不多了，来吧，咱们合计合计，准备动手吧。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确认。这些天呢，与各位相处，我算是明白了，各位从各方面来看都很强，连思维都是强者的思维，强到都懒得去保护自己了。我问诸位，现在动手，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瓦解这个村子，无论死活，把马先红和什么神机百炼带回公司。那这一村人怎么处理呢？遇到上根器以外的人强烈抵抗怎么办？一切以任务优先，之前的任务我们都有酌情处理的权限。那是因为之前的任务是你们和各自的负责人合作，但请别忘了，这次指派任务的可是董事会，大家与各自的负责人之间应该是充分信任，但我们和董事会可不一样。而且这次的任务有个很尴尬的地方，那就是对于这些被转化为异人的人很难界定，在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上，董事会应该也会举棋不定。这就是任务目标如此含糊的原因。董事会希望大家自己看着办，因为他们认可大家能力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嘛。所以，各位，董事会的算盘之一就是，不但要我们背锅，而且要主动背起这次黑锅。有点意思。张楚岚，可以啊。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很简单，咱们别那么强就好了。你看，我跟宝儿姐就没各位这么出色。宝儿姐，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呀？有麻烦找老师。这才像话吗？要把领导重视起来。我们这些下面干活的，要时刻征求领导的意见。领导永远是英明第一，是高瞻远瞩第一。在小事上要替领导分忧，不要麻烦领导。
大事上绝对要领导做主。高明，是时候把皮球踢回去了。诚然，我们这个团伙就是来背黑锅的，就算最后要屠尽这个村子，那也要请领导们亲自用双手把锅背在我的双肩。我说，你那个什么扳指真的修不了了？算了，再练新的吧。回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听不懂人话吗？回去。我只想再和陈朵谈谈。陈进。你叫陈君燕呐，真是个好名字，真乖。有点意思。哎，老哥，前几天在大山里击碎我护身法器的，是不是你？没有，大哥，真的不是我。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喂，教主不是说不让咱们主动挑衅他们的吗？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些小玩意儿还是半成品，没什么杀伤力。是不是这个人干？我试试他的手段就知道了。这二位，别为难我了。看样子还真不是他干的。让他进来吧，没关系。过去吧。我们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公司找来对付陈朵的，不过你这种人也跟来，是脑子进水了吧？我知道我很弱，所以二位放心，我不敢主动惹事的。哼，没想到禽兽师这种货色也敢趟这趟浑水。禽兽师，听上去好像是能操纵动物。没错，靠自己的气与动物沟通，控制它们。因为没多少人愿意辛苦修炼到最后，只是为了操控动物，所以这个职业的人很稀少。会不会这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不是他的真本事？应该不会，这行你别看废物，还很难练呢。练到他这种程度，应该说挺了不起了。了不起的废物！你来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对不起，把你从药仙会带出来之后，我太忙了。所以你的事情，我都是从老廖那儿打听来的。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老廖是怎么死的？牛啊，老妈！老廖，快把衣服拿来。哎，小姑娘，别怕。哎，这件衣服管用了。
你看，草已经开始停止腐烂了。可憋死我了！哎呀，老孟，你搞的什么手段？药仙教的杀手锏，让你整得这么服服帖帖的。别，我什么都没做。这小姑娘太诡异了，你说什么她好像都照做，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怎么样，老孟，在西北干得不错吧？小甘拿你当宝啊！哦，多谢了。要不是你介绍的这份工作，养2个孩子压力是大了点儿。跟我装，看是养老婆压力大吧？你那个老婆啊！我还得回去看看，那山洞里的生物没有被圣瞳影响，似乎和洞壁上涂的密咒有关。好，我现在就回去。有消息联系我。你被交到廖荣手里，我很放心。一方面是因为我了解他的人品，另一方面，我知道他除了是路南的负责人之外，还兼任暗堡的负责人之一。啊，老孟啊，你还挺关心这孩子吗？啊，也是。看着13、14岁吧，比你孩子大不了几岁啊。哼，还是一句话没说。其实他有一定的语言能力，所以才能听懂我们的指令。啊，已经审过了。那帮杂碎除了艺术外，就没给他灌输一点人类该有的认知，所以他根本没当自己是人。不，应该说，他连自己是什么都没思考过。来，姐姐帮你把衣服换下来。差不多吧。是的。之前还以为古神圣瞳是药仙会训练出的最强蛊师，我错了，这孩子就是蛊毒的培养皿。哎，小姑娘，吃饭了，你一定饿了吧？吃啊！奇怪，之前明明很听话的。廖头。来，小姑娘，吃点吧。喂，你这样不吃不喝可不行啊！活该！廖头，这姑娘她……给我，让开！她吃了。去拿点芥末给我。是。还在吃，竟然变成了这样。廖头，你可来了！我以为风波命就够诡异了，没想到这个圣童更麻烦。怎么会有这种人？快住手！那孩子的排泄物有蛊毒，用蜜蜂处理。说了，我都说了，真的都是实话。
六哥，住手吧！上头药香会分子的处理意见还没下来，你动用这种刑，已经严重违规了。要是真弄死了，你麻烦就大了。当年关于药仙会的详细资料都被带走了，要不是信息不足，这次也不会损失惨重。现在初步搞清楚了，他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但是这药仙会的初代教主是个神经病，他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不是人，更不是什么神或者仙，而是蛊。他崇拜蛊物，所以他们搜集各种蛊术，在各类媒介上养蛊，试图制作出完美的蛊物。最终，他们认定养蛊最好的媒介就是人，而且必须是赤子。赤子神完气足，又无知无畏。2至3岁时，开始教授他们最基本的语言认知。加奇观，开发出他们能够执行蛊神之术的理解力就可以。天性也好，人性也好，通通都要抹去。吞金，直入丹田。再然后，正是中蛊。每个人身上蛊种各不相同，蛊神之术会让他们相互吸收彼此散发出来的蛊毒。蛊神圣童诞生了。无法麻醉，再加大剂量的话，后果不可预测。那就不麻醉了。从没见过这样的内脏。圣童的居所已经改造完毕了，石洞中的密咒也已经破解。阻碍蛊毒的不是密咒，而是密咒的涂料的成分。研究组已经开发了含有这种成分的织物。耶！辛苦了。没错，他的认知绝对还在。蛊神之术的运行法门相当复杂，能够以自身的气去压制这种程度的蛊毒，某种意义上，他的强大远超我们的想象。邪教徒是通过反复的训练，封闭了他对刺激的反应。也就是说，通过刺激，有可能换回他的人性。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各种应激源我们全试过了，都不起作用。
看来要做长期打算了。姚头，带上这个。我们会随时监控古潼的各项生理指标，建立一条基准线。日常中的任何一点超出基准线的波动，都会反映到我们手腕的终端上来。已经1个月了，这丫头还是无动于衷啊。是啊，哼，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家伙的时候，我还想问呢，这丫头怎么回事啊？第一次见到不怕我长相的人，跟你没关系，少问。切，我那个解药怎么样了？啊，早啊！大怪兽，你也在啊？早啊，陈军。小东西，换了新裤子了啊！有新人，这妞不错。小毛孩子还妞呢，这都谁教你的？哼，这怪兽，你等着！等你再尿裤子吧！哎，新来的，你叫什么？机器人吗？住手！你手小的找死了！这都随便摸吗？你这个笨蛋！其实啊，破除你风波命的2种方式都很简单。你的口头禅不是绝对不会失败吗？只要你失败一次，故意的都行，这就等于打破了这种命格。没可能的，我永远不会拿自己的患者开玩笑。哼，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彻底放弃被命格影响的领域。我已经放弃了。你这种表态没有意义。很遗憾，我们的评估你一次都没有通过，我们还不能放你出去。好，赶紧离开他！检测到你的身体指标有异常，体温升高，前列腺肥大。放屁！你们是看错了还是拿我寻开心啊？哦，你们过来的时候都是咳血呀、心痛啊，病得文艺的要命，到我这儿全是下三路，我不信。哼，你笑什么？放心吧，你这种男科手术，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哼！哎，那个手表，以前没见你戴过，智能的。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骨头的心率超出了基准线范围。这是……补一下，补一下，那边。这边，这边。你抱着他，抱着他。这边，这边。拉住他。就一瞬间，转眼又恢复到这种状态了，心跳也正常了，但脑波却越来越强烈。他在困惑什么？伤害。恐怕他在困惑，为什么刚才的举动没有迎来应有的伤害。没错，就是这个叫陈俊彦的孩子。这些日子，我一直特地安排陈俊彦出现在骨头面前，各项数据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超越基准线范围的波动。这么简单？破解邪教徒对他封印的方法居然是这个？不是这个。这种反应并不是性吸引。药仙教的人为了得到谷物，
把古铜训练的连生理上的本能都可以无视。古铜只是对身处的环境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解释世界的基本要素就是区分同类与异类。哎，少跟我拽专业的，你的结论是什么？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2部分：自己和同他一样受到训练的那几十个孩子。你是说，他看到陈俊彦，以为看到了自己的同类？怪不得。不完全是。对比一下陈俊彦和古铜，作为同龄人，他们只是样子上相似，但是陈俊彦的精神、气质、动作以及那旺盛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古铜前所未见又无法理解的。在古铜的世界观里，是全新的第3种存在。有点意思。头儿，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个想法。呗，输啦输啦！唉，我还真羡慕你啊，真能坐得住。坐着发呆那么有趣吗？哎，你看，这里也有人教我打坐。还是没反应啊！开始波动了，头儿。我呀，也是因为一些自己也搞不清的状况被带到这里。第一天来的时候真被吓尿了呢，后来见到大怪兽又尿了一次。可时间一长呢，发现这些人还都不错。虽然不能出去是很烦了，尤其是那个刀疤，他会欺负这里所有人，但他对小孩没辙，咱们可以欺负他。我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不过别担心，就交给他们去解决吧，这里很安全。所有人都退出去。开始减弱了，头儿，不如我们趁现在一鼓作气，施加别的刺激，说不定可以。不行，好不容易他走到了这一步，一旦选择错误的刺激方式，会导致他缩回去。把目前为止古铜的所有资料整理一下，我要提交董事会。接下来的方案必须让他们批准。真没想到，董事会会批准你的计划。确实不容易，他们争论了很久，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支持了我。都准备好了吗？参与者也都是水准以上的家伙，
必要的部分信息和危险性也告知参与者的家族了。咱们的好手布置在周围，没问题。什么叫他来的？不是一般东西。来干啥？来了又啥也不说。这再不让咱们车这么远，让不像你哥你知道呀？我哥以前和大眼睛呀，跟你这么家伙站在一起。不加人就称，不加人就称，称就称。你怎么就会当 CP 啊？你是怎么找他的？所有人注意，如果发现有任何导致蛊毒泄漏的可能，马上制服蛊童，终止行动，一切以参与者的安全最优先。我让你最贱！小子，我看你俩挺合适啊！你们几个也欠揍是吧？小姐姐，你也是来救人的吗？你叫什么呀？哇，你的头发好漂亮啊！哇，真好看！小姐姐，你好漂亮！小娘炮就知道跟着妹子混在一起，不要脸，这个小娘炮！敢欺负小白，你给我站住！为啥打我呀？我不认识他们。正常正常，你们家小哥都不怎么招同性待见。别哭了，一会儿带你去吃糖好不好？好男不跟女斗，你给走过呀！白痴真踹啊！没受伤吧？小姐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小姐姐，你怎么了？他在欺负你吗？不行吧？生病了？怎么回事？你先看看，你没事吗？看得懂，摔了。啊，不要啊！他怎么了？病了？是啊，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这是。妈，你没事吗？是要叫医生啊，这。你看嘛，没事吧？我也不知道。没事吧？要不要帮忙？可以了。辛苦了，各位小朋友。现在请到指定地点集合吧。别看了，走吧。什么嘛？结束了，什么都没做嘛。算了，别看了，算了，走吧。连个饭都没有。古潼，你在期待什么？期待着如期而至的虐待吗？原来如此。比起那个痛苦，这些不能解释的存在更令你无所适从了。抱歉，我不能把你期待的那个世界还给你。即使不会去描述，不懂怎么去表达，你自己也应该体会到了。不正常的人是你。
经持续1个小时了，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吧。后来，廖叔说药仙会干的事，也算挺了不起了。封锁一个人的后天行为简单，封锁一个人的本能就太难了。哪怕只是被撕开一个小口子，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只要一方面着手治愈我身上的蛊毒，一方面重建我正常人的认知，这样我的问题就能完美解决了。至少廖叔自己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真是惊人的学习能力，身体和智力都可以说是异于常人的。照现在掌握的情报看，当初那49个孩子，哪一个都是好苗子。可惜呀，负责筛选目标的祭祀自杀了。如何筛选这些人，在我看，才是药仙会最大的秘密。多亏了这个孩子，我们了解了蛊术的本质。不过，从研究组那边得出的结论，是个不太好的消息。只要蛊童的内脏还在运作，蛊毒就会不断的被制造。没有别的办法了吧？没有，要么摘除内脏，要么停止气的流动。现阶段，我们没办法治愈蛊童。廖头，这么久才过来？最近另一边的事也多呀。大夫怎么样了？放出来以后很安定，和他接触的人也没有出现异状。我们已经开会研究过了，你觉得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字了。好。石虎大，你好歹也赢一回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看他那体能是人吗？你都未必是对手。好消息。你可以回家了。回家？哎，要不你们给我洗个脑什么的再放我走吧。你懂，就是电视里那种邪恶组织总要抹去受害人被迫害的记忆吗？你们一定有这种招吧？没有。唉，你说你们给我弄到这儿，简直是新世界的大门呢。唉，什么气，什么风光命，三观已经给刷的不要不要的。就是现在你让我回到那个正常世界中去，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没错，古潼，那就叫作弊。古潼，叫什么古潼？叫陈朵，我起的，跟我姓，以后叫陈朵，听见没有？我叫陈朵。你说的对，是我疏忽了。不过，要起名字也该我起啊！谁不知道我是命名之神小丽、小妮？干嘛？消气儿啊！你的脸，要见笑了。那个大夫姐姐呢？走了吧。到头来还是没有问到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少来，你是一直想问人家电话吧？再不久我也该出去了，到时候找我玩啊。你们先吃，我找地方跟我妈视频去了。陈君燕，你也会出去吗？当然，还能一辈子在这儿。出去做什么？不知道，出去再说呗。赵董，不能再拖一拖了吗？真不能了，老廖。
一个不靠气体流动却拥有艺术的人。您知道陈俊彦对我们是多么珍贵的案例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跟他们争取到了这2年。如果不是阴差阳错的让我们先得到了他，别说2年，就连2面也见不到他。哼，对方就这么硬。要不是您跟我说，我根本不信有这种部门存在。你要知道，术业有专攻，没有气体流动的话，他说到底就不是一个艺人。按照对方的说法，陈身上的异象是由第3类接触引发的，懂了吗？这原本就不是我们的领域。这帮臭，我他老了。廖叔，你给陈朵朵知道了什么的吗？一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呀？你看人陈朵都没事，这是条件所限，去那边都讲好了，不限制你的自由。拜拜了，陈朵，出来以后一定来看我啊！辛苦了，同志。陈俊彦，跟我走吧。对了，同志，您那边的人您都熟吗？还行吧。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别问了。廖叔，我能出去吗？不早了，睡觉去吧。如果是引发过恶劣事件，一直关着也就算了，可现在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另外，他本人的情况也不好，各种指标的波动越来越弱，我担心他有缩回去的趋势。努力治愈他的身体，不要放弃。从咱们的好手中给他找个师傅，给他安排训练。老廖啊，你想要干什么？来，吸气，陈朵，呼气。完成这些训练，我不保证肯定能成功。但那时候，即使你的身体没有被治愈，依然有获得一定程度自由的可能。放古铜出去？你认真的？这材料里可说，古铜并没有被治愈啊。如果是在严密的监护条件下，让他有限程度的接触正常世界呢？廖忠，你搞清楚，别说没治愈，就算他治愈了，这件事情都没那么好商量。他和那些什么风波命不一样，我们可以说是全程参与了他的牺牲。说难听点儿，他这条命是公司给的。现在我们要为了他的个人感受继续投入。你知道我们花的是谁的钱吗？是那些普通人的钱。人们甚至不知道有咱们这个艺人组织。我不否认这个古铜无辜，但是你觉得他有资格享受这笔无谓的开销吗？老廖，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这次我占被动。
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要的是稳定。但是也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我懂，赵董、毕董的话我都理解。陈朵现在的情况确实没有资格享受这些，但如果陈朵可以为我们的事业出一份力呢？关于陈朵的能力，档案里都有。其实，现在给我干活的那位身体已经很糟了，一直想退下来。如果接替他的是集古术大成的人呢？我知道陈朵是个特例，必须慎重，所以我来征求董事会全体的意见。如果古参圣童可以成为下一任临时工，各位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吗？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结论出来了，老廖，可以去做，但是你要负起全责。你自己如何做安保工作，我们不管，但是要有必要的措施。你只要记着，一旦有任何失控的倾向，终结它。报告，任务完成。老廖，有些事我想跟你谈谈。怎么？陈朵这几次执行任务时的各项生理指标都太稳定了。哦，那不是很好吗？不，是太稳定了。最近一次下杀手时，他的心跳都没有超过75。这些年我们都被他的学习能力给震惊了，但我们忽视了正常的人类性情要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下学习。你觉得安保算是正常环境吗？你我都知道，他最想要的恐怕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会把握好风控的，或者你有更好的办法？现在董事会对他的效率也很满意，收手恐怕对所有人都不是好事。任务完成。廖叔，隔离服破了。陈朵，没事吧？可恶，周围没有人吧？立刻通知范围隔离。什么？廖叔，不用研究那只猫了。不是它不被影响，而是我没有释放出蛊毒。这段时间蛊身之术似乎也成长了，我可以短时间内将蛊毒压制在体内。真的吗？哎呀，那简直太好了！我知道你想像陈君燕、大怪兽他们那样正常的生活，不要急，慢慢来啊！你看，事情不是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吗？太好了，可以彻底压制蛊毒，太好了！一点都不好。如果强行压制在体内，会导致扩散，到了他无法压制的程度，那就危险了。这么干等同于玩命，必须制止。他以生命维护我们。这孩子不善于表达，但我觉得他心里都清楚。他知道，这是目前的他接触正常世界的唯一途径。我们应该回报这份觉悟。老廖啊，我还是有些担心，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带他出安保接触正常社会的时候吗？那时他的指标都没有异常波动，也许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正常人类的生活，他根本没有在乎的事情。你就瞎琢磨吧，他要真不在乎的话，
会宁可自己危险，也不要蛊毒扩散。不要逃，保护符！最新任务，这次目标身负11条人命，7名普通人，4名我们派去搜索他的员工，目标相当危险。这家伙逃得很快。放心动手吧，这一带是无人区，将目标带回公司，无论生死。教主，这是被什么人整成这样？教主，救我！你偷了我的法器，还在外面随意的杀人，现在你让我救你？我错了，教主，救我！快回来了！你一个人干的，不错嘛。算了，反正他只是咎由自取。请把人留下。通融吧，这家伙还要带回去问问原委。拜拜。小姑娘，我真的无心开战。这次够费劲啊，这么长时间。是啊，毕竟是干掉了公司4个好手的家伙呀。头儿，陈朵身体里的定位显示小范围无规则的移动，不是追踪，是战斗。陈朵，目标有同伙3个人。3个，搞得定吗？别勉强。不，很厉害，对方从没见过的手段。先撤回来，我马上去接应你。陈朵，坚持住，陈朵。陈朵回话，陈朵，前面7点钟方向，你消失了，陈朵的定位消失了。怎么可能？定位仪是植入在体内，就算被打倒了，定位也会在，除非他凭空消失了。哼，还好我亲自来了。毕老爷，这姑娘什么路数？巫师，毫无疑问，可水平就诡异了。她这个年纪，也许我没见过什么世面。要我评价，这姑娘是宗师级的。陈朵，让我给弄丢了。什么？那个古铜丢了？是这么回事啊。不，也不用这么道歉。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你负责。毕朵，你在说什么？现在的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在哪儿都行，那个项圈是法器，只要你按下去，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毕朵，再给我些时间，出了问题你负责吗？给你时间，你付得起吗？行，我这么苦口婆心都劝不动你是吧？你这头倔驴，给你72小时，
若72小时内没有古铜的确实位置，你知道该怎么做。不用谢我，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哎，立即通知鲁南所有的弟兄，给我找到陈铎。醒了？哎，你的能力对别人或许好使，对我可没用。你不为难我们，我们也不会为难你。我只是想了解些事情。这么回事啊，和我掌握的情况一致。哼，看来还真没冤枉他。他人呢？啊，这是你的杰作啊，还没撑到村子就死了。任务完成。唉，算了，一了百了。你已经昏迷2天了，饿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尸体嘛，应该不至于会传染吧？说实话，蛊这玩意儿我接触的也不多，倒是可以和那姑娘多讨教讨教。是吗？可惜啊，她已经走了。哦，你怎么还在？吃的呢？要不让芙蓉摆一桌？虽然那家伙是找死，但毕竟我们以前同伴一场，你把他宰了，还指望我陪你喝2杯再开欢送会吗？事情都说清楚了，你还不走？走？去哪儿？你这是要讹我的节奏吗？会有人接我的。你说通讯器和我动手时坏掉了，在你体内发现了定位装置，也让我取出来毁了。抱歉，不会有人来接你，自己走吧。这里，顺着这条路，你就可以出村了。一路平安。二蛋，回来，二蛋。我该去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是你的自由，没人管得着。教主啊，那个陈朵还没走，就在村口发呆呢。我现在有点好奇了。来吧，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我自己。大致就是这样，不过廖叔和药仙会不一样，总是会为我好呢。是啊，一边研究你，一边教你杀人，还真是为你好呢。
跟我来。这是你一直戴着的项圈，你运气不错，这世上能把它取下来的人不多。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研究了一下，做了个开关。实在没地方去的话，要不要留下来帮我？你的身体我之前查过了，若我能完成我的造物，并不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可以吗？不是可不可以，是你想不想。可我在别处待着很麻烦的，我会害到别人。那些我知道，你的宜居环境我也能造出来，你不用操心这些。我就问你还想不想回到那个什么暗堡？一切只在乎你的意愿。你想留我就收，你想回去，我马上联系那个廖叔来接你。我不想回去那里了。可是我还想再见一下廖叔。有必要吗？他不可能放你回来的。廖叔总是为我好的，应该不会。随便，只要你愿意就好。能帮我带上吗？算了，你乐意就好。我真搞不懂你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去确认一下。陈朵，你在哪儿？不远，不远，我马上到。什么？找到陈朵了？好，你自己先过去了，没带人吗？开着收音器，让我们随时了解情况。我马上派人过去。啊，我离陈朵的位置最近嘛，其他人我也通知了，随后就到，应该没什么问题。带走陈朵的人似乎也不想找麻烦。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不把陈朵送回来了吗？嚯，好像还真是廖中。听说这人口碑不错，要不咱趁这机会也结识结识？算了，我对公司的人没什么好印象。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既然陈朵执意要来，剩下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处理。哎呀，陈朵，你怎么样啊？那些人没为难你吧？没有。哎呦，这回可吓死我了！行了，具体的等回去再汇报吧。啊！陈朵，来呀！廖叔，我可以不回去了吗？廖叔，我可以不回去了吗？你说什么傻话呢？啊？为什么不回去？廖叔，我跟我走！廖叔，我闭嘴！一个字不许再说！闭嘴！闭嘴！廖叔，我不回去了。我让你闭嘴！你是听不懂人话吗？闭嘴！廖中，动手！毕总，各位，这丫头病了，对，她病了，我这就带她回去，这就……廖叔，不用担心，有人说他能治好我的身体。
什么有人说？谁说的？啊，谁说的也不行。重要的不是这个，什么都别说，马上跟我走。对，廖叔，重要不在于那些人，公司也好，安保也好，也都不重要。对我而言，重要的只有你。壁咚，再等等，我答应了他带回去。廖忠，他们已经起了异心，就不能再为我们所用，动手！廖叔，陈多，你别逼我！你知道我手里的是什么吗？廖叔，我果然来对了。什么？开心，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你到底在说什么？廖叔，让我走吧。不行。那跟我一起走吧。不行。那这样，廖叔，送我走。你疯了吗？你个小丫头！你陈多，你干了什么？原始骨，你廖叔，送我走。蛊神之术的核心是以它自身内脏为巢穴，培养蛊毒。这些蛊毒，我们现在管它叫做原始蛊毒。这种蛊毒以蛊童的气为养分，失去气的话，蛊毒会瞬间失效。都听到了吧？廖忠作为这次事件的负责人，可以说是完全失职了。你手里也有开关呢。我是诸位当中唯一的一线出身，所以我一向给予一线同志最大的尊重。可以的话，我也不想越俎代庖。口碑不错嘛。这是对方按下开关了，那陈陀不，制作开关的同时，我顺手剥夺了对方的控制权。陈陀，不要放弃。廖忠，你在跟谁说话？让他还活着！廖忠。这就是蛊毒种在身上的滋味吗？一直以来，你都是承受着这种东西活过来的吗？我理解，你的事情不顺利，你想逃，但那会搞砸一切。坚持下去，我陪着你，你的幸福。你一直以来最想要的，不要放弃。
不要绝望。廖叔，原来你什么都不懂啊！在暗堡，你们教我各种东西，说我学得快，夸我聪明，那是在骗我吗？不是骗我的话，为什么现在拿我当傻子呢？为什么你会认为我蠢到想要什么正常人的生活呢？就算你们能治愈我的身体，难道你还能让我这里也变得正常吗？难道你能给我一个所谓正常的过去吗？我从来就不在乎那些。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很简单。喂，去找人，给我查，到底是什么人把古潼送回来的？联系六中的是什么人？处理好了。他想杀我，我没办法。这就是陈朵叛逃的经过。为什么呀？既然你已经打算叛逃，为什么还要去见老廖啊？难道老廖要杀你吗？不会啊，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陈朵对老孟讲的这个故事有问题。整件事虽然看似完整，但有几个地方说不通。廖忠无法带走陈朵，所以只能杀死他。陈朵出于自卫杀了廖忠，这违和感太强了。通过尸检确定廖忠死于蛊毒，内脏是被一点一点腐蚀掉的，而那个开关直到死后依然在他手里攥着。对，开关。就是说，廖忠真想杀陈朵，动动手指就能做到。开关失灵，可能性很低呀。排除这种情况的话，陈朵被迫下杀手，就也不成立。两人有短暂的交手，并不激烈，谋杀和交手中的误杀，可能性也很低。想不透，陈朵在这件事情上90%撒谎，可动机呢？为了博取马先红的同情吗？倒是也说得通。但是跟公司也用这套说辞，会不会太牵强？有太多证据能够驳斥陈朵的说法，而且只要我们和马先红对峙，他就会被瞬间拆穿。但绝对不能这么做。马先红，你可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正义。你真的答应把陈朵乖乖交出来，我才头疼呢。如果可以揭开陈朵撒谎的真相，就能主导这件事情的解决。但针对这件事，我这个先天的缺陷太致命了。这手工杀害得我不懂女人。他们4个一定也发现其中的问题了，或许能帮我解惑，但是不能向他们求助，毕竟他们才是我此行的目标。参考宝儿姐的意见，有时候宝儿姐看问题的角度很独特。我去，我今天是怎么了？我也没喝高啊。老王，不行，他虽然聪明，
看上去就不是会在女人身上花心思的主。况且他现在天天养精蓄锐，就等着动手那天暴打诸葛青和马先红。对呀，怎么忘了这厮？你干嘛吃我小花的豆腐？麻花，不是我操纵的，一定是发乎于情。你的小花让我的流氓花情不自禁啊！你就扯吧你！哎，张楚岚，你怎么来了？不止了我也好想打这个混球。傅姐，这货能不能借我一会儿？哇，是个忧伤的故事啊！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那个陈朵吧？没，别瞎猜。切，问我还忙我。陈朵的事，马先红向我介绍了，虽然叙述的角度不同，也没什么细节，不过大致也和你说的差不多了。你冯宝宝暗保7大区，哼，公司倒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别瞎扯，我正经请教你呢。你说你不懂女人，我倒想说，张楚岚，你真聪明啊！其实你无意中已经抓住问题的重点了。女人，对，女人。整个故事是从女主的角度叙述的。听完后，男主善良又粗鄙，一个无聊的直男形象在我脑子里特别鲜活。这个男人好坏且不论，但我能肯定，他一定没意识到，几年里，女孩渐渐成长为女人了。很明显，这是致命的。你问为什么女主用一个拙劣的谎言骗大家？结合故事，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她根本不在乎被戳穿。再怎么去追问，她也不会告诉你真相的。因为最后发生的事情，是属于女人与男人之间最刻骨铭心的回忆，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秘密。我不觉得女主蠢，相反，我觉得女主什么都明白。故事尾声，女主戴上了会致死的项圈，放弃了到手的自由，也要再见男主一面。这还不能说明男主在女主心中的地位吗？人呐，要离开一个地方和要来一个地方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看这里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女主去见男主的行为，与其说是告别，更像是一种权衡。男主这时要是能够给出他想要的东西，甚至就能留下他。张楚岚，你要想解开谜底，就必须知道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男主已经死了，我上哪儿知道去？去猜。过去有首老歌是这么唱的：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我认为，女人就是不爱有话直说的动物。对，一定要猜，猜错了，你在女人心里顶多就是个大傻瓜；若是不去猜，你在她眼里就是大傻叉。就泡妞而言，撩女人的勉强算是好手，疼女人的是高手，懂女人的才算是国手。哦，我好像明白了。来，我试着理出一条情感逻辑给你看，当然只是猜测。我放弃了到手的自由，冒着被杀死的风险，也要再见你一面，因为你比我的自由，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不必去远方寻找，幸福就在你手上。我看见你了，给我，把我的幸福给我。但就结果而言，男人显然没给女人幸福。还有一种更可悲的可能，男人给错了。有一种男人，他们千好万好，他们掏心掏肺的给予，并且武断地认为这一定是对方想要的。一旦双方在这种事上产生矛盾，若男人不能尽早醒悟，关系破裂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按照老青的说法，陈朵的幸福只能靠猜。现在他跟廖忠两人之间私密的事情问不出来，男女之间的事儿，这厮果然很在行，但他也忽略了一件事儿：马先红是怎么回事？自由？不对，按老青的说法，老廖手中攥着陈朵真正想要的幸福，那显然不是自由。还有那个不知灵不灵的破炉子，说有治愈功能，太儿戏了。所以这种间也有蹊跷，而且陈朵似乎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一点细节都不能放过。陈朵，可以在消息讲好你来找的经过没？可以。廖忠，你完全可以不用死。不，你可以留下的。如果早些发现，他甚至就不会离开你。怎么会这样？原来陈朵想要的就是这个。廖忠，你死的也太不值得了。不过，我也得谢谢你，廖忠。陈朵，你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的这朵毒花，我会好好利用的。哎呀，谢谢啊，这次太感谢了。哎呀，好哥，您客气了，客气了。这次幸亏是联合行动，还是各位的手下，让人放心。我们那个混球啊，好久不见啊！哎呀，您受累了。都到齐了，进去吧。赵叔，赵叔，赵总，刘伟，你们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事情已经弄得这么清楚了，还等什么？动手啊！这还用请示？是啊，这些临时工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没错，他们就该直接动手。成了，是我们领导有方；砸了，那是他们擅自行动，没有领会我们的意图。毕董，你什么意思？哼，一开始我就说，别跟前线的兄弟耍心眼儿。现在人家跟咱们要一个准确的态度，何必呢？这还用问吗？斩草除根，一个别留。好决断，我支持你，老黄。那正式的命令就由你来签署下达。我们听领导的。对，就是领导的啊。不，咱们这不是在商量吗？我怎么？老黄，我都说了，我挺你。好，你不下达这个命令，我下，剿灭碧游村，神机百炼带回公司。参与行动人员不得私自留存，回来之后他们接受诚信度的审查。这份命令签我一个人的名字就行，出了问题我毕游龙负全责。好，毕董够担当，我黄伯仁服你。两位，冷静冷静。碧游村80几条人命，你一个人负担，恐怕负担不起吧？有龙，这几天我也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动了全灭碧游村的念头？是不是我们因为古潼事件的打击而胆怯了？的确，陈朵的事上，如果当初我们更决绝一点，我也不会失去廖忠。但是，由于廖忠过分仁慈招致的恶果，
难道我们就应该因此而滑向另一个极端吗？难道从此以后我们就该风行无情的毁灭吗？诚然，廖中之死他自己有很大的责任，但这几年来他在古铜工作上的成绩，我们能够彻底否定吗？我知道出现问题了，灭了他，干净利落，省事。毁灭确实是一种高效的手段，可你们想想，有史以来我们人类面临过多少问题？今天的世界依然问题不断，因为你倒来倒去会发现，人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怎么样，要不要毁灭呀？我们要的是稳定与和谐，善与恶其实都无法影响它，招致其崩溃的是极端。全灭碧游村太极端了，如果都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那只要养一个杀手集团就行了。没有异常，陈朵进入碧游村的过程完全没有异常。如果说值得注意的只有那一点，但就这么简单。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个，廖中完全可以不用死。不，如果早些发现，他甚至根本就不会离开你。就是这个，马先红只是无意中赢得了陈朵，不能怪廖中，我也是被提醒后才注意到的。廖叔，原来你什么都不懂啊？难道你还能让我的这里也变得正常吗？这就是陈朵想要的。廖中，你死得太不值了。碧游村和修身炉必须毁灭，神机百炼带回公司，那些被转化的人一个也不许上。遣散之后由公司辅导，让他们回归原本的生活，尽量逮捕马先红和12上根器，但以前线同志的安全为优先。如遇顽抗，可杀。古铜陈朵同上根器一样处理。大家表决，同意我的举手。今晚动手。不允许杀那些转化人，难度提高了哦。小哥失望了吧？只要陈朵没有逃往人员密集区，就不必干涉。整个行动以老萧的任务为起始。谢谢你，廖中。你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的这朵毒花，我会好好利用的。马大村长啊，你这个已经完成了？哼，快了，还差最后的测试。张楚岚，我也挺佩服你的耐心的。明明知道我不会妥协，还来天天劝我。我实在不想看你和公司闹僵了，为了这么个陈朵，还挺替我考虑。嘿，那是自然，干侄子嘛。你的好意我心领，真的。但是我答应陈朵的事，绝不会反悔。好，那我就不说陈朵，我问问你别的。你这碧游村打建立以来确实安分守己，可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盯上了王野道长和诸葛青，又指示陈朵劫走了金凤婆婆，这些都和你们一贯的办事风格不符啊。自罗天大教以后，你就变得异常活跃，你想干嘛呀？张楚岚，我出生之前，本在太爷就仙逝了。据爷爷和父亲说，
太爷死前只剩一眼一耳，双臂尽断，而我亲眼所见的是被人砍去左腿的爷爷。还好世道日渐太平，那些人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我们家的日子才好过起来。想必怀义老爷带着你们，这些年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吧？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我没办法把你们这些八旗级的后裔当外人。我有手段关注罗天大教，本来是冲着你的。不过你在罗天大教的表现，哼，让人哭笑不得呀！少废话！总之，你攀上了公司这棵大树，倒也让人放心了。可我却发现了另一人，武当王野道长也是八旗级的传人，而且与他交手的诸葛青也应该察觉到了这点。我担心他接近王道长是别有所图，所以暗中观察。之后我收拾那批骚扰王道长家人的人，是为了逼问幕后主使。我这人确实不爱惹事，但在这件事上，我忍不了。要是让我知道谁是母后，至于金凤婆婆，非我本意，我是受人所托，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人。谁？这就和你无关了。之后的事你都知道了。我真的很需要术士来助我完成修身路。这些天你一直拍我马屁，说我什么济世救人，我自认不是什么坏人，但也绝没你说的那么好。建这炉子是为了帮助人不假，但主要还是为了帮我自己。帮自己？你怎么了？我病了，这里病。谁？道爷，月黑风高夜，不宜赶路啊。等等，你们是冲着陈斗来的吧？我不会干涉的。我这儿就位了，各位，你们自便吧。道爷，陈朵的事对我来说其实是小事，倒是有些事我要向你了解了解。1年前在省境内发生了7起命案，这7起命案的作案手法一致，案件极为诡异，凶手几乎没留下什么线索。这之后不久，茅山上清派的一位门人打伤同门后下山了，从此没人见过这位道爷。有趣的是，就是这么件小事，上清的道爷也不愿意承认呢。那位不知所踪的道爷，就是您，赵归真。是兄弟们让你来找我回去的吗？我一时失手伤了师兄。还一回！哦，能够自主地控制何时发挥功效，高档货。啊！茅山上清武力士。
道爷，就凭你那种水平的茅山符箓，可不是我的对手。这些按自己意愿开启的高档法器，确实能够阻隔任何攻击，不过它多少会消耗使用者自己的气。为什么他的动作还这么精密准确？中了掌中迷魂印，居然没能乱他心智。魏真，掌中迷魂印，这玩意儿可以让人在手中分心。但是遇上心思单纯的人，一点没用。这家伙和师兄是一类人吗？心思单纯，怎么看也不像。少爷，别私藏了，你杀害那些人后修炼的不也是茅山术吗？野茅山也是茅山啊，茅山一脉不同于其他隐秘于世间的异人，虽然真正见到的不多，但世间到处流传着各种关于茅山术的传说。茅山上清的符箓名震天下，与天师府一样是正一分支，一个极其低调克己的，看来有些古板的流派。那些五花八门的法术并不是茅山热衷的，研读经典、磨练品性才是他们的作风。真正让茅山传遍世间的，不是上清的传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无门无派又身怀艺术的散人就开始以茅山弟子的名头行走于世间。这些人数量众多，良莠不齐，亦正亦邪。他们不是一个组织，却又偏偏都打上茅山这块招牌。上清派与其他人把这些散人称为野茅山。身为上清弟子，却杀戮无辜，修野茅山的邪法，我还真想知道传出去，上清派的道爷脸上会是什么表情。人有奇有不奇，每天诵读那几本破经，出地3年才被授予1道符箓，而我练习了半年就打倒了修了半辈子的师兄，那滋味你就懂吗？你也好，我师父师兄弟也罢，都想指责我练害人邪法。你们不配！圣人不仁，众生为刍狗。你们的格局都太渺小了。七煞攒身，请冲上来呀！就这样被我一口一口吃了吧！我真替你惋惜啊！你误会我不要紧，可你连自己的心意都不懂，这就可惜了。我不是来替公司讨什么公道的，我本是来会友的。圣人不仁，别再给自己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你我连做个正常人都很难。你说什么？
真让人失望啊！为了修法才害人，这不对呀。那只是一个让你看清自己的蝎子。无论多么高尚、多么伟大的理由，去杀害无辜的人都太难了，而你却轻易做到了，还是7个。多么美妙的年华，这么脆弱又璀璨的生命消失的瞬间，不去体味，去关心什么狗屁法术？你脑子进水了吧？醒醒吧，老兄！你我都是醉心于死，堕入黑暗的变态。身处黑暗，若心中还有那么一丝向往光明的话，教你个办法。黑吃黑。神经病！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仗着有护身法器，所以拖大吗？那玩意儿挨了太多下，已经到极限了。唉，你说这帮人还得在村子里赖多久啊？谁知道呢？他们一天不走，咱们就得守着陈朵一天呢。就算他们走了，那个诸葛青不走也是白搭，对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这么晚了还找陈朵谈心？哼，看来这是不打算谈了。我的腿！那边，子华，子华还没死，昏过去了，手脚都给打断了。小龙，冷静点儿。除了那个张楚岚，他们5个人现在只有一个现身，一个出手，目的就是想把我们全部调开。我看不清树林里，他的视野比我远。确实麻烦。小龙，你去通知教主，我先解决了他。我去，个头这么大，身法却快得邪乎。看来不用全力是不行了。没法完全躲开，而且这威力，刚刚那一下才是到真格的吧？张楚岚，我说你今天怎么跟我耗到这么晚呢？你们终于还是打算动手抢人了？通知所有上根器。对，他们伤了子桓，不用客气。但要抓活的，我要用他们与公司交涉。这就是你打的算盘，留在这里拴住我，好让其他人下手。你怎么就不能把人往好处想呢？不是拴住你，是看住你。
你以为我叫你侄子纯粹是开玩笑吗？我怎么不跟别人开呀？因为他们不配。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念旧吗？要不是看在咱们的前代渊源，你以为我会在这里跟你软磨硬泡？其他人怎么样我不管，只有你，我不想你和公司为敌，老马，我求求你了，就在这等着吧。你对陈铎已经仁至义尽了，在这等着，等着你的伤根气和那些人分出个结果吧。老马，张出来，跟我讲讲你和华姨老爷这些年的事儿。知道了。芙蓉，一定要去帮忙吗？你什么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不能不去帮忙吗？怎么可能不去？他们要抓走陈朵，那又怎么样？你跟陈朵交情很好吗？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这还分什么好不好的？当然要分。陈朵做了什么，你大致也知道吧？抓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再说，进村的那些人可不好惹。松手！诸葛青，我看错你了，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哪种人？无情无义。谁说我没情义？我只不过不是跟谁都讲情义罢了。除了你，我跟这村子的其他人都谈不上什么交情啊。你来这村子时间也不长，除了五魁，你和其他人关系不坏，也谈不上多好。你对教主摆弄的那些东西也没啥兴趣。唉，到现在你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来村子。好，你不提我也不追问，我只想你慎重，值得的话可以为其送命，但这个村子里有什么值得你付出的吗？芙蓉，亲，你说的对，我不该勉强你。哪里勉强了？一点都不勉强。走吧，去帮陈朵。你不是不去吗？我呀，只是担心你想不清楚罢了。既然你觉得值得去，那就去。我呢，跟着村子其他人确实无情，可我跟你有啊，我是为了你去的。你这个人可真讨厌。陈朵，陈朵，陈朵，你在哪儿？哎呀，他们都已经对你下手了，你还真悠闲。是吗？已经动手了。你要干嘛？去收拾他们吗？啊，等等，别出去，等大家聚过来再商量一下呀。回来，陈朵，听见我说话没有？要去至少安顿好子环啊！我们可都是因为你才跟他们对上的。喂，你们来陈朵这儿，子环受伤了。陈朵，可恶，我也不管了，你爱死不死。这老哥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手段，但是这个速度和力量，他的气弹好重，再挨上5发，不，4发估计都撑不住。神奇的迹象，八仙宫也好，其他人也好，看来以前是我太猖狂了。姑娘，因为附近只有你这一家，所以我想来问问，那边那泡尿是你尿的吗？阿爸，哥，我并不是什么变态，我只是对你
静默而已啊！能在如此夯实的土地上留下印记，你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孩呀吧？这样的你，我没有理由不去追求。妹子，别听他啰嗦，打一顿送警察局。我知道我的理由很荒唐，我也不会奢侈你会同意，但我还是要恳求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可能成为你丈夫的机会。哈日茶盖，我的儿子，太厉害了，哈日茶盖，你怎么做什么都行，一起哈日茶盖学习，太强了，茶盖牛啊！茶盖，没办法，哥我天生就这么厉害。对，天生的，最棒的母亲与最棒的父亲才能继承最优秀的血脉，这才配被称为黄金家族嫡传的血脉。嘿嘿嘿，小伙子，你的资质是我见过最好的，我注意你很久了。啊，你要收我为徒？没错。这就是气呀！厉害，果然厉害！这样的我岂不是天下无敌了？什么天下无敌？你才掌握了入门的法子。算是学会了气的基本运用吧。哎呀，其他的那些太麻烦了。师傅，说句话您别不爱听，那些奇技淫巧都是给天生弱小的人准备的。哈，好啊，小子，来，让你领教领教师傅的奇技淫巧。师傅，对不起，我手重了，你没事吧，师傅？师傅，你，师傅，直到那一次遇到他，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人，却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时候我才明白，我一直都在浪费自己的天赋。凭着顶你几拳也要打破你，这破法器太碍事了。绝对不是对手！可怕，好可怕！这家伙和以前遇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村子，其他的上根旗能救我，马仙公能救我。饶了我吧！哎呀，这老兄应该算是未成熟吧？我可以将功赎罪，我收集到了很多机器失传的秘法，我可以干到。今天这道的食材应该算是乳猪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要干嘛？主人，
从刚才开始就在一边袖手旁观，不是村子的人吧？不管你们是谁，别打扰我。好了，这下清静了。来吧，咱们继续。别紧张，只是些葡萄糖和氧气而已，它们会让你一直保持清醒。唉，本来这些是给陈朵预备的，不过在了解了那丫头的过往后，我对她颇具同情，慈悲为怀嘛。这样一来，陈朵不能杀了，所以本来这趟旅程我兴致不高，直到遇见了你呀，归真老兄。你这不可救药的变态，对我来说才是无上珍馐。那照片就是我发的，设此局邀你，就是为了请你去死啊！没有，只有子怀、小龙和哈日茶盖都不在，关键陈朵也不在这里了。怎么可能？难道这些人已经得手了？快来人救我！来人呐！那是村子的方向，着火了！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联系酋长，让他用飞虫把几个外来人都找出来。这个家伙，还有归真道长和芙蓉也是，这个时候跑哪儿去了？咱们快回去看看。我知道，我本来是往陈朵那边赶的，可半路上让我遇到一个，不用你们说，我要把他们找出来，我跟他们没完！不用你们说，我要把他们找出来，跟他们没完！为了搞清楚求让先生如此郁闷的原因，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今夜行动的初始。这是什么情况？哎呦我去！白天喝太多了。呵，天都这么黑了。宝儿姑娘，宝儿姑娘，这大晚上的，你这倒腾什么呢？哦，嚯！你这姑娘真逗啊，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哎，叫我？哎呀！他这是在做什么？把这些村民蹲在村口，这到底想干嘛？怎么没动静了？
小丫头片子，以为我是炼器师想贴身相搏吗？告诉你，炼器是爷的天赋，那剑身啊，剑是爷的爱好。哼，让你再尝尝呀！我如意的，我如意哪儿去了？如意的，如意哪儿去了？如意的，在哪？姐，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反正你也用不了，还我吧。站住！回来！你给我回来！趁女人动手之际，居然顺手牵羊，你还要点脸不要？大哥，不是顺手，我惦记这玩意儿好久了。从你在河边拿到这玩意儿宠我的时候，我就惦记上了。还给我！把如意还给我！大哥，手里的东西放得太帅了，让人情不自禁呢。老实说，茶壁兜别后腰的东西，都是那个人不想要的。放屁！你还我如意！那么吵啊！怎么回事啊？这么吵，你干嘛呢？小点声行不行？求求你了！大哥，做人要晓得事理，对不对？我要回怀里，又何必去拿嘞？你这家伙！走火喽！走火喽！走火喽！大家出来救火啊！着火！哪儿的回事啊？着火了！干什么呢？啊！我让你手脚不干净，我非打断你那只手不可！急啥子嘛？谁就放！住手！这家伙一直在背着一包玻璃瓶的状态下和我周旋的。真的如你所料，这些人闹起来了。这几天没白等。当然，如果是为了和平，根本不用带这么多高手进村。只要有点耐心，这些人一定会为我们创造一个绝好的营救机会。为什么只找我？你在全姓中的人际关系这么差吗？其他人，他们自顾不暇呢。大水啊！救人啊！快来！快来！外面怎么这么乱？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愧……火光是村子的方向。哎呦！外来人质！等等，先别动手！
你们把陈朵怎么样了？陈朵，他的事和你无关吧？芙蓉、诸葛青，你们两个在一起，那正好。你两个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有些事情我要和你们交代清楚。什么？你们要瓦解碧游村，铲除新截教？你别急，别一听到瓦解了、破坏了，就把我们想成没有人性的暴徒。我们的目标是心结，只要你们不再和心结搅合在一起就行了。怪不得，要是只为了对付个陈朵，这些人的配置也有些太夸张了。我们在村子里放了火，就是不想让伤害扩大。村子里最低限度也是懂得气基本运用的人，这样的明火，他们逃生是绝对没问题的。我们不想扩大伤害，芙蓉，我们不是来害你们的。从我进村以来，除了去袭击过一次全信，从没见过马教主做一次恶事。相反，他一直在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你们要毁掉这么一个人苦心经营的村子，还说不是害人？马先红好坏放在一边，他的问题是太过狂妄、刚愎自用，所以才会失察收留了赵归真这种畜生。你和他们不一样，其他上根器多少都对马先红有所图，你没有。谁说我没有？我在这里就图个安心。这个村子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收留了我，我有义务在村子危难的时候保护他。芙蓉，我不想和你动手，我也不想做得太绝，你别逼我。少废话！你先看看这个。芙蓉，那是什么？别过来！别靠近我！芙蓉，你们，芙蓉，只要我们想，没有查不到的事。诸葛青，你们最近好像走得挺近，我不知道他和你一起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些纸上记录着他的另一面，这些没有向你展现过的一面。芙蓉，别再倔了。下山接受公司的审查，以你的经历，公司不会为难你的。闭嘴！你给我闭嘴！工行15万，招行10万，陆东银行20万，可劲儿到3万，白花白白条4万，风花1万，时间花2万，不会2000，上台跑700，上刷5000，正方面6000，都开800，好好用1万。我这里还有几条催缴短信。尊敬的芙蓉女士，关于您拖欠某银行某贷一案，多次催缴，拒不还款。我们还查到了你的消费记录，但是很奇怪，你本人的开销虽然也算大手大脚，但还不能称为无度，透支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男性奢侈品。顺着这条线查了下去，我们大致了解了真相。怎么说呢？你选男人的眼光实在是不得志的半吊子歌手，也不打算去工作，你就负责他的生活费。另一个成天泡在网吧打游戏，你就负责充值买装备。最后发现他另有新欢。但是在劈腿之前，他真的很爱我，我们在一起是很快乐的。还有让你损失最惨重的是那个靠着股票期货谋生的无业游民。那是1万，我是在为我们俩的未来投资。他说过他会赚回我们俩共同的别墅的，他也不想赔光我的钱的。他现在住进了一个40多岁大姐的别墅里。芙蓉，哎，没脸了。以后的事，谁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
可当时是真的爱了呀，一爱了就爱得七荤八素、头晕脑胀，哪管爱上的是不是傻叉，只会把自己爱成个傻叉。反正我就是个大傻叉呗。彼此，咱们是一路货色。要说我跟你之前交往过的有什么不一样嘛，大概就是我还没穷到要祸害你钱的地步吧。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谈恋爱就变成谄媚型的了？你这么可爱，还怕没人爱吗？对自己喜欢的人好，不天经地义的吗？得，不说这个了。我们投降，不想打了。哦。话说，我们真的不会被秋后算账吗？不会，你们之后会接受公司的审查，公司不会为难你们，尤其是傅荣，公司对你评价颇高嘞。堂堂剑气高手被催收逼进了大山，哼！换个角度想，即使窘迫，你也没有用自己的手段去为非作歹。鉴于此，你的债务公司会帮你解决。OK， 那么我们就有老没有一丝丝迟疑，王道长付出了完全出于本能的行动，亲自表明明白了对方的用意。老青，你不要怪我啊，我也很痛心的。这两个人是有私别说话，我懂。顾及你我之间的交情，来嘛，向我投降！我已经投降了，我会离开碧游村。什么？哎呀，是我鲁莽了。但这也怪你啊，老青，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说你奶奶个腿儿啊！哎，我给你拍拍，我给你拍拍，来，我给你吹吹。两位，时间紧迫，我觉得你和芙蓉还是现在就下山的好。下山你们会遇到公司的人，之后的事情听他们安排吧。已经包围这里了，我们的事情这么严重吗？现在还不严重，但是放着不管会变得很严重。我们就是不想事情变成那样，所以才会全力把事情压下来。过来，孟先生，我借用一下啊。你还没完了你！别怕，乖，不打你。行啊，够鸡贼的，一看局势不妙，赶紧投降。我这么鸡贼，不还是没讨了这顿打？哼，你算挨得轻了。成，能悬崖勒马不趟马先红的浑水。你还是让我很欣慰的，只是就没有那么一丢丢亏心吗？对马先红，你想说什么？几天观察下来，马先红人怎么样放一边，对你实在是不错。哼，你倒好，他大难临头，您连样子都不装就撤梯子了，还拐跑人一上根切。得，你甭拿话激我，我跟你直说了吧。你担心我进了村子就会被马先红影响，甚至认同了他，瞎操心。这个人再好，我也不会和他深交的。你知道吗，老王？一个人是否能被其他人接受，有一个特质，甚至超越了善恶，起到更决定性的因素。这个特质叫分寸。你温润、碧莲通透，你们都是有分寸的人，善待自己的同时，也理解别人。所以我愿意和你们交往，为你们付出一些东西也值。但是马先红不行，他做事没分寸，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是好人又有什么用？和这种人深交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跟他只有交换，没有交情。他对我是不错，连如花都给我了，我也帮他设计炉子了呀。我从未依附他，现在离开也是心安理得。这样啊，我还记得你进村前跟我说过，你做决定都是先为自己考虑的。促使你决定进村的那个东西，已经到手了吗？大家都是术士，你猜猜啊？
时间差不多了，两位赶紧下山吧。走，芙蓉。哦，对了，按我们掌握的情况，只有裘让老兄学了马村长的手段，对吧？你们俩都不会吧？你说那什么神机什么的，麻烦死了，我哪学得会？我才来几天啊！啊，那就好。不一样，不是我的错觉。怎么形容好呢？今天这小子格外放松啊。好了，王道长，我们继续吧。也多亏楚岚能拖住马先红这么久，我们要趁上根器彻底醒悟之前，尽可能多的把村民疏散到村外。大战爆发之时，要确保伤害的波及会减到最小。是吗？我知道了。张楚岚，看来我还是把公司想得太好了呀！我没想到你们已经卑鄙到这种程度了。别乱扣屎盆子！你要说这几个疯子是公司的人，就拿出证据来。不过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不交出陈朵，这几个疯子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让开！老马，你爱怎么说我都行，爱怎么看我随意。但就算为了本在老爷，我也不能让你和这些疯子彻底敌对。是吗？张楚岚，我最后说一遍，给我让开！你，老马，我之前说，完全不知道这些疯子的来路，只是谎话。这些人中，有一个我是清楚的。我非常了解，我非常了解这个人的恐怖。另外几个我确实不清楚，但能和这个人相提并论，这群疯子绝对不是好惹的。老马，我求求你，别讲了。张楚岚，你劝了我这么久，我也劝劝你吧。既然你说这些人和公司无关，而你又代表公司，我现在就去收拾这群人。不管结果如何，我不希望你插手。我是真心不想伤害你。唉，老马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厚道？弄得我待会儿都不好意思砸你的篓子。再试会儿，等那边正式对上再说吧。快把那几个外来人找出来！可恶，他们是来找事的吗？快呀！哎呦，早啊，各位！这个二椅子就是他们一伙的。伯父，你对我的伯父做了什么？别误会，他只是舒服的动不了了而已，我没伤到他。我的伯父，我跟你拼了！那，据说这些人和上根器一样，也都是有水准的艺人。你还没得到裘让大师赐的护身法器，退下吧，让我们来。一起上！怎么样？全程你都看见了，我真的没伤害他们。刚才挺爷们的，怎么这会儿怂了？要跑也带着红红一起跑啊！义不容辞。那几个也带上，下山。
村子里不会有安全地方了。啊，是，您说的是。鬼儿，每次看到这细胳膊细腿的丫头，都会差点忘了，这是个天天打熬气力、锤炼筋骨、炼油锤完失所的硬功法师。躲什么呀，二姨子？她这个岁数，就算从娘胎练起，照理说也练不到这个火候。发什么呆呀，二姨子！果然是搞激活，玛莎鸡也打不进去了。好什么呀？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刚才那些人没用嘛！奎儿你太犀利了，人家怕了，还带着法器，人家打不动了嘛！没个男人样。来，奎二姐不带这玩意儿。进村的这几个，我就看不上你这块料。哦！什么玩意儿？小米？动不了。嘿嘿，戏法速法千金锭。小葵儿，是你自己不用法器的哦，那我可不客气了。我去，不会吧？真有啊！这次开眼了。哼，我让你开个够！慧姐！啊！给我站住，二姨子！我不！你还有没有点出息？欺负人随便摸个什么似的，看见见不好惹就开溜！你给我站住！要不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你的手段，我才懒得和你动手。虽说不像风波命那么匪夷所思，不过你这样的也不是轻易就能遇见的。传说中的童子命啊！跑呀，接着跑呀！到地方了嘛，何必再跑？你看，为什么你能站起来了？为什么你在这儿？别动，别担心，只要你不动，你哥就不会有事。二姨子，小心点，现在操纵这具身体的可不是你的哥哥。你，哎呀，早就听说过童子命，没想到这趟一次就给我遇到两个。在常人眼中，童子命是一种特殊的命格，拥有这类命格的人大多容貌秀美，内心复杂敏感，他们通常都是自幼体弱多病，一些疑难罕见的怪病经常就出现在这些人身上。还有一类更稀有的，他们身边也总会引发一些常人眼中的灵异事件。在过去，一般人认为童子命是天上的神仙，那些病弱的童子是犯了过错或背上了因果的仙头，但异人却不这么看。异人们认为，童子命的诞生是因为莫名的邪灵在孩子降生的瞬间附到孩子身上共生导致的。以前有位王子仲老爷子对我说，童子命不是被邪灵附体，童子命是一种自身灵魂或者说精神的变异。然而大多数变异都是恶性的，看呢，虽然遭到攻击被激发了出来，但这变异并没有保护你哥哥，相反，却在一直侵蚀他的身体。可有极少数良性的变异就厉害了，不但不会侵蚀本体，而且还会慢慢成长，展现出独立性。这种变异以前被一些敏感的人误当成护体的神明，你这种叫五方揭谛，对吧？放了我哥哥，陈朵的事我不管了。
别啊，不然我可师出无名了。难道你……果冻，女孩敢反抗，就杀了男孩。住手！我记得魁也有个……对，侍郎。诸葛青跟我显摆过这玩意儿。一个仙童子的妹妹，多年以来都在想办法救治自己病童子的哥哥。对不起了，如果这个炉子真连这种事都能办到，那么为了这个炉子，不知有多少人的哥哥会死掉。按照诸葛青的说法，这玩意无法收纳有意识的东西，一旦醒来就会自动排出。你现在就把它交给山下的人。OK。各位，收掉马力量。马先红已经行动了，要尽快在收拾马先红之前驱赶村民，剪除上根器。对了，二壮，陈朵呢？还在可控范围内吗？按照黑管搭配的体力，我们只是佯攻，没有真正袭击陈朵。按照计划，只要陈朵没有逃往人员居住区，我就不必特地通知你们。但是有一点我有些奇怪，陈朵并没有逃远，他在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停下来了。二叔，这是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反过来说，他站碧游村这个立场站得并不坚定，所以我建议你们在一开始佯攻就好。听老孟整个叙述下来，我认为把陈朵算成碧游村一份子，这是马先红一厢情愿的想法。既然他能冒着死亡的风险去见老六，就说明在你们认识里，他与公司之间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毕竟这帮上根器都有法器护体，再加一个古尸辅助太麻烦了。反正山下有为，真逃向居住区外围不能坐视不管。这个过其他同事替他背一会儿吧。我就知道你会趁我蓄力时下手，这一击就是给你准备的。还差一点儿，我图的就是这件法器，才能再撑一击，大叔。小龙，动手！我去！大叔，报应不爽了。你唯一该庆幸的，就是对子桓的最后一击手下留情了呀。多亏这护身法器，不然咱们两个都完蛋了。赶紧带回去给教主。刚才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好像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如果进村的这些外来人全部是这个大叔的水平，事情就麻烦了。都别跑，赶紧救火！都过来灭火！该死，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啊，是飞虫，是教主的。各位，抱歉了，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我要求上根器们一直瞒着大家，让大家受惊了。今晚，碧游村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下手的是前几天进村的那些人，他们要来抓捕陈朵，被我拒绝了。其中的详细缘由，我就不过多解释了。我只想说的是，我会保护陈朵。对。我将会跟他们开战。接下来的话，包括上根器在内，你们都听好了。这场战斗从缘由上来讲与你们无关，从立场上讲，你们也无法去判断正邪。记住，
战斗只是我个人的选择。真正该面对战斗的，其实只有我和陈朵而已。这里马上就要变为战场，不想被卷进来的马上离开村子下山，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酋长大师，走吧，别勉强自己。带女人和那些进村时间不长的人一起走。如果经历这次浩劫的碧游村还能存活下来的话，再回来见面吧。这个时候，我也太……你小子天生就不好斗，别婆婆妈妈的，赶紧走。哎，快走啊！别犯傻，这里有上根器的大师们。你们走吧，我留下。一人之间的架，我还没打过呢。是时候回报教主了。我的敌人超乎你们想象的强大，你们要想清楚。如果想清楚之后还决定留下来，就不必客气。开战！对不起，我大意了，给各位添麻烦了。行了，子桓交给我就好，你去吧。那您受累了。师傅，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没下山啊？没听见教主说什么吗？师傅，我想参加战斗。我这辈子除了格斗就没什么爱好了。托您的福，让我达到了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境界——天罡气。我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实战机会。哼，随你吧。不过要记住，你没有防护符，遇到陈朵大师，不要被他的战斗卷进去，战况不利马上逃。师傅，一进村我就觉得跟您投缘。你看您这审美，跟我一样别致。你哪那么多废话？好了，骨头都给你接上了，对方不简单呐，断口都很整齐，也没什么骨头渣子。多谢了，毕老爷。来，我扶你起来。啊，这是，毕老爷，咱这是下山避难。子桓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自己的，我反正很清楚自己，平庸之辈，才能和性格都没什么过人之处。我这种人，一生注定庸庸碌碌，无聊至极。我倒没什么不甘心，不过为了打发这种无聊，我喜欢待在不凡之人的身边。这种人身上会发光的。马先红如此，那个诸葛青小哥也是。看着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精彩的生活，是我这庸人最大的乐趣。不过我这种活法有个要坚持的底线，那就是绝对不要在那些不凡之人身边待久了，就以为自己也不平凡了。以一个小小的碧游村之力去对抗公司，哼，这不是我这个庸碌之人该做的事情。算了，子桓啊，说实话，现在除了不甘心，你就没有点松口气的感觉啊？
找到2个，跟着我的飞虫围攻他们，不要勉强，能拖住他们也行，我会一个一个去收拾。这里还有一个马戏团的，你还要叫过来！别让他！小心点，多玩他们！看来轻松模式结束了。是忌惮我的护身法器所以不攻时吗？更像是害怕招时用时了被我以擒拿缠住。原来如此，害怕被我的地形拽下去吗？哼，情报工作做得挺足啊。这个好像是叫冯宝宝。这个好像是叫冯宝宝。对了，即使张楚岚不承认认识其他人，这个他也无法赖掉。冯宝宝在罗天大教上是张楚岚的打手，听说他曾经逼得王道长逃了1夜。根据金玉的介绍，看完冯宝宝2场战斗之后，他也完全瞧不出冯宝宝的路数。罗天大教对他来说就像是戏耍一样。张坤，缠住他就好，不要勉强，最多2分钟，不，1分钟。没错，这个打法，他就是防备我的地形仙。哼，那就卖个破绽。难道他一直知道地下还有个如花？还是说如花不是人，行动不能用人类的常识去判断，而且用我的气催动如花，也能使用地形仙。我是个存在感很低的家伙，如果碧幽村12上根期的事情写成一个故事，我一定是最不起眼的那个角色。连我的手段也是如此，畅游在人们目光所不能及的地下，忽略我的强大。好稳了，在被拉下去的瞬间摧毁了如花。一般人或许已经休克，但对他这种1人中的高手来说，硬冲上地面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弟弟就是我的天下了，2分钟解决你！下来吧，小丫头！下到地下几米深，给我老实的在地下待着！好，想在地下玩我就陪你！奶奶的，这倒霉玩意儿也太紧凑了！好，你就这么给我耗吧，我倒要看看最后谁倒霉！地形仙可以在地下自由行动，有2个难关，其一是感知，用暗查让我的记忆高频波的形式扩散后再回收，再通过身体感知这些波来获得周围环境的信息。其二是在地下呼吸，
就是看憋气的长短。通过训练，我的静态憋气极限是20分钟左右，地形线状态运动中则是5分钟左右，绝对比你久。为了不被我甩开，必须拼命的缠住我，同时还要最小限度的躲过要害的攻击。快撑不住了吧？对吧？你已经不行了吧？一口气到底有多长？有鬼！真的有鬼！姐，反正我有法器，他伤不到我。把暗插用到极致，这周身的一切细节都不要放过。果然，他的口鼻没有在呼吸，就是在泥土里，就是泥土中的空气被他吸过去了。怎么可能？那是。师傅，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用口鼻也能呼吸吗？哼，有是有，不过别说你，就连师傅我也做不到。理论上不需要特别的法门，哪怕只是从最基本的进攻入手都可以，因为那不是什么功法，那只是一种境界。随着练气的功夫加深，体内气体愈发充裕，所有的关窍穴位都被打通，身体仿佛能与天地相通。呼吸这事儿也不再拘泥于口鼻，达到这样的境界了。再给师傅5年的时间，也许……停呼吸！开什么国际玩笑？快，要逃到地面上！撑住！让我，这法器也要消耗一部分体力的。不行，解除地形线，不然我也会被埋在地下的。村长还没到吧？我连1分钟都没撑住。现在不是担心挨揍的时候。对，解除法器，解除！只要撑到地面。最后看到的画面是张坤把风宝宝拖下去了，已经解决了吗？地形线在地下被人办了，张楚岚倒是没骗我，高手。你们不愧是公司的人，蛮横！我跟你们是彻底无话可说了。快来抓我呀！与上马先红的是我，按计划正在被我巧妙的引入到村子总部。是，你最棒！现在教主知道我们在耍，他也没得选了，只能被我们牵着鼻子走。车裂他吧！怎么办？咱们的法器不是能够抵挡一切攻击吗？为什么在这小子面前一点作用也不起啊？冷静，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些人的身体没有任何损伤，只是他们的一些神经和腺体被刺激了，才会暂时失去行动能力。大伙不要怕他，一起上。可是我说了不用怕，之所以法器没有发挥功效，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攻击你们。一起上，失手了也没有关系。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失去行动能力吗？不是痛苦，而是他们爽的站不起来了。爽的站不起来。哎，这些家伙怎么？怎么一股让自己的马上肌给克隆的感觉啊！
这些家伙，好，我就让你们来个够！满枪！那是什么？这娘炮怎么突然……我见过，上次缠着陈朵大师跟他去追一个全性妖人的时候，跟那个叫夏柳青的老头一样。哦，你们牛啊！连夏柳青都让你们给打趴下了啊！你们知道夏老头正常人的身份是什么吗？哦，唱戏的，年轻的时候听说还红过呢。你们都知道过去有唱优这个行当吧？哦，就是唱曲演戏的呗。这行有意思，现在风光得很，但在过去啊，那都是下贱之人才干的。但是再往回倒，唱优之人既不高尚，也不下贱，他们神圣。远古唱优都与祭祀有关，是能与神明沟通的人。唱以动听之声乐神，称为歌；而优以曼妙之姿乐神，称为舞。最终都是为了请神明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神？真的有神吗？至少在远古，人们相信这些唱优沟通的就是神明。唱优的手段确实是一场骗局，不过他们也确实请到了某种力量。这是一种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的力量。他们请到，不，应该说他们盗取的是信念之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神为人造，个体虽然渺小，但群体相信的力量却大到超乎你的想象。尤其是优，他们用不为人知的方法搜集人们对神崇拜时流露出的精神力，必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施展自身的拿手好戏——演，以自身眼神，以自身化身，用性命去演，这就是无忧的神格面具。这么牛逼，现在怎么办呀，哥几个？还用问？上啊！诸位，此事换来玩斗的，莫不过痴心妄想、好勇斗狠之辈。需巧遣散他们，恐怕很难。宝姑娘已早已交织，诸位行动要加快了啊！这谁呀？听着像球，就是这语气。小龙，势囊这玩意儿会坏掉吗？前几天我确实不小心摔过，倒是。真坏了。奇了怪了，为什么装不进啊？离开他！这下抓住了吧，你个放风筝的小混蛋！
怎么没事？我明明打中了！不可能，我的弹指神通居然打得这么浅，没有看到他有护身法器或者开了护体的功法呀！别一脸不可思议，放开！你真以为你那打鸟的手段能打伤我？别误会，我不是在耍你们。那个黑管会封住我一些穴道，并且抽取我的力量，带着它，我只能陪你们打鸟。那不是我的武器，只是我锻炼基本功的道具。放手！放手！一击！你在合计为什么你的法器我打得那么费劲吗？因为这根黑管负担不了我的全力，就算按照它的最大承受限度注入力量，3连发也是极限了。好像是过热吧？真是，法器也会过热。好吧，你赢了。要捉陈朵也好，或者是谋划着什么别的也罢，我无能为力的。看着是个傻大个儿，没想到还挺上道的。拿来。你们到底干嘛来的？你也睡会儿吧。我都缴枪了，别呀！哎呀，赶紧了，赶紧了！村子中部，村子中部，最近缺乏锻炼呀，这体力下降的。耍猴的又见面了。马蜂笑，就这点掌力，一无是处的废物！真牛逼，你就给我召唤出上古神兽来，不然拿什么跟我斗？这孩儿还上古神兽？站住！干什么去？喂，你！确实啊，兽师在古代大概是艺人里最让人瞧不起的吧。不过有意思的是，其他艺术大多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衰落凋零，兽师反而可以利用现代的文明而更进步。之所以这种手段叫做兽师，是因为过去人的认知里，动物就是简单的飞禽走兽，所以兽师去钻研沟通的对象仅仅是长辈传授的那些。而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对生物有了更全面细致的了解，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开辟了我独有的兽师理念。我发现5阶生物绝大多数都可以气沟通，而我所能沟通的极限已经触碰到了原核生物细菌。只要身体接触了我发出的特殊的气，我就能掌握目标体内细菌的增减与变异。这是我一个人的流派，或许禽兽师的称呼已经不适合我的流派了，叫生物师更合适吧。给他撞到！
站在中部，站在中部。哼。幻魂铃无效，还挺对付我这类法器吗？哼，先关注一个再说。原来如此，炼器的初级阶段，化污。哦，如果不是长时间喂养，那把小刀早就断了。咋个收起来了？再来一刀就差不多了。这5人，每个我都不能掉以轻心。张楚了，你是这个意思吗？小心点，记住我对你说过的，对上王道长绝对不能急。放心，教主，我可不是什么辽东野人。唉，算了吧，金勇，要动手也找别人去。我只是想制服马先红。不，我就是找道长您。罗天大叫上我弟弟的场子，我还想找找呢。你辽东野人？金猛、金勇，我去！行啊，不愧是当哥哥的。不过就凭您那口天罡气和这么个如花，想拦住我？哼，不是一个。我的个去！这就对了，离他远离教主。我曾经看见过王道长盯住上根器的场面，从后来大家的回忆看，这种手段要在一定范围内才会生效，太诡异了。急攻我必败，我唯一的胜算就是良好距离打消耗战。和其他上根器不同，我是唯一一个即使没有炼器天赋，也能操纵大量如花的人。没有那种天分，就靠蛮力操纵。反正力量我有的是。看来我是赌对了，目前我还不在他技能发动的范围内。这批如花明显给他造成压力了，但是他并没有拿出别的特别手段，看上去是被如花逼迫的四处逃窜，但实际却在慢慢向我接近。再赌一下，极有可能他使用技能所必须的范围，某种意义上讲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只要他开启了这个使用技能的范围，就等于也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范围中了。意图被看穿了。
没辙，看来是认真研究过怎么对付我呀。这个字，没情。八门搬运。布局。可以确定，他那种特殊手段的范围应该打开了。不，我必须当作已经打开了来考虑，我才有继续较量的可能。出现了当初定住上根器和教主的手段，但是奇怪呀，换作是我，定住杂兵的下一个反应肯定是马上攻击主帅。算了，不管如何，下一步就是测出他手段的实际范围。如花，撤退。哼，这老哥是个滑头啊！离字，炼狱。看来不用我一点点去测了。唉，费了点劲呢。这些大玩意儿还挺经烧啊！呵呵，教主特地用的耐高温材料做的这些如花，怎么回事？这几只如花也没有遭到刚才的火攻。这些如花是我用自己的气去操纵的。如果是被其他的力量禁锢住，我去操纵他们应该感到阻力才对。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些被定住的如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我承认你很厉害，但战又不战，逃又不逃，你这种行为等于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懂吗？没得办法嘛，我能和你打吗？大家商量好嘞，哪个遇到你就把你带到村子中心。哼，不知道你们打什么算盘，不过也没必要知道。你们5个人，我一个一个收拾就是了。不用一个一个收拾，这不都赶来了吗？有点麻烦，那件法器会吸收对手的气吗？包姑娘，可曾受伤？没得事，这边倒拐子骨头好像裂了。你们咋个打他？不是说好了到村中心一块动手的吗？包姑娘，莫要迂腐。哎呀，这不都遇见了吗？好快，动作之快前所未见。更快的是，早有着倒吞兽的人招，这种应对反应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为什么没有看到其他圣人器？陈斗在哪儿？上啊！跟着教主一起上啊！提空掌，厉害，果然好厉害呀！
哈哈哈哈哈！包姑娘，手下留情，这人没有法器。晓得了。难道这么短时间内，他们都已经？哪里好？闪开！大致清楚了，那玩意儿无法从远距离吸走别人的气，距离越近，吸力越强。又轻了。你们都闪开！这些人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没事，教主，我们不怕。这些人在异人的圈子里算是一流的吗？过瘾，不会丢下教主一个人的。客官先生，记得命令。不许杀，可没说不许废。宝、球，再这么任由他们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缠下去，别说搞定马先红，我们自己说不定也会有闪失。可以不杀，但要他们疼，让他们能记一辈子的疼，做得到吗？好的。哎，我只是天生诙谐，爱恶搞罢，让人痛苦实在不符合我的性格。别怕，我们上，废了他们！上！回来！你们都……马先锋还没意识到问题的所在。我们也好，所谓12上根器啊，就算修习神级百炼的你也一样。凡是通过修炼成为异人的，莫不是踏过一条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之路，而路上的每一步，多年以后至今铭刻于心。大熬筋骨，若非咬紧牙根去坚持，每一秒都会想去放弃。磨练心性，内景之枯燥之烦躁，甚至让人久怀怨气的痛苦，你制造的这些人都不曾经历。你确实让他们一步登天了，但一步登天的后果就是丧失了真实感，轻佻、狂妄，没有适应真实所带来的痛苦，便轻易获得了一切。你制造的不是异人，不过是一群误闯异人世界的观光客，一群游戏玩家。你们躲开！白痴！这些半吊子对我们来说确实碍手碍脚，但对你来说也是障碍。这到底是什么功夫？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见过？咋个会？这是我的独门秘籍——嘉先生之子。刚才是对胸口下手，本来是可以让你很爽嘞，不过官儿说要让你疼。什么乱七八糟的！别慌，我从师傅那里继承了天罡气，只要按顺序走出步伐，身体就能够吸收天地间零散的生气，体力和损伤都能迅速恢复。这就是天罡气最大的绝活，他刚不懂，都给我住手！对不起各位，我错了，是我错了，我收回我之前的话。现在完全就是我跟外来人的冲突，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之前同意你们卷进来是我错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会接受任何人摆布，所以我也不会去摆布任何人。但今天，真心的恳请大家，你们先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教主，可是教主，抱歉，教主，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正因为我明白教主你的意思，现在逃走就更说不过去了。其实这么说有点怪，比起其他人，我来村子的时间是最短的。实话说吧，我会继续留在这里和他们干下去，也是有私心的。就在不久前，我还是被关在1人高墙之外的普通人，机缘之下，让我窥到了墙内的风景。墙内是做梦也不敢奢望达到的境界，而自己却不得其门而入。是你把我领进了高墙之内，我对你的崇拜感激自然不必多说。但今天我会留下来，绝不仅仅是为了报恩。我自认为是个为格斗而生的人，而今天是我作为一个异人最初的一战，不光是为了村子，为了陈朵，为了教主，今天我也是为了自己而战。的确，这些人的实力远非现在的我可比，但那不是我退缩的理由。哪怕会失败，哪怕会受伤，也不得畏惧，提起胸来，直面对手的拳头，榨干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也要和对手拼搏下去，绝对不要让这场难得的较量留下一丝遗憾。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斗士的尊严。当哥，教主，当哥说的就是我们想说的，你不必再替我们考虑了。跟他们干！对，说得好，不让这场较量留下遗憾。头疼，算了，就算负责人会被董事会问责，也管不了了。废了他们，跟他们干到底！我这是错过了什么吗？没错过。这也是。这里是在干嘛？企业激励式的培训吗？尤其是你，大哥，又不是干销售的，这么热血干嘛？别上头，别上头，较量。你们是怎么误会的？我们来和你们较量。我来之前被人交代过，不能宰了各位。可是那些拥有坚定意志、能够不顾一切贯彻信念的人，确实非常对我胃口。但前提是一定要经过冷静的判断，在足够理智的前提下，依然愿意去坚持的，才有价值。狂热的糊涂蛋，不值得我为了他们去被问责。所以，我请各位冷静5秒钟。你们可能各自有各自坚持的理由，我是理解不了了。不过还要坚持留下来的，那我就成全你们。不是不打算留下遗憾吗？没问题，不止遗憾，你们什么都剩不下。来吧，都给我滚蛋！不用咬牙切齿的，你的其他人都没事，只有这个赵归真，他应得的。为什么？你猜？哼，要你们偿命！请够！又想吸？
想跑？情况并不是很绝望嘛，至少你掌握的东西并不在法器的保护之下。为什么？为什么刚才晃晃铃没有响？虽然不知道你干什么了，不过多谢了。我能白吃亏吗？仗着人多欺负人少还是有点冒险了。就算不了解这法器的功效，但是看这外形，就值得冒险尝试破解的价值。宿命千斤顶，虽然所剩不多，但用来把灵蛇固定在灵壁内侧足够了。一个人在美什么呢？一直在正面给马先红施压的黑管和萧格，比起小概率破掉马先红的防护，选择了大概率成功的破坏法器。宝儿平时是个天兵，动手却不简单。老孟的处理也很冷静啊，好久没有遇到这么顺畅的合作了。虽然以前的拍档也很棒，不过那家伙脑袋一热发起狂来，真是奇怪，从这些人身上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的精神状态异常稳定，为什么？哎，安静安静，这个类型的不适合我们硬刚。各位，二壮，必须提醒你们一下。哦，有点心疼马村长了。目的，对，就是目的。这样的实力，这样的状态，如果只是为了抓捕陈斗，陈斗确实高明，但他在某些地方确实是极不成熟的。对付陈斗2个已经足够，3个就算兴师动众。现在这个配置，擒拿。我去，地形仙，这无可发拥有全部伤根器的手段了。这马先红是属刺猬的吗？从哪儿都能扎人呢。小公没带死，钻底下赶他。我再问你一遍，击败赵道长也就算了，为什么要？嘱咐你一下，这事儿别散。我们是顺便卖个人情给上清，散出去就坏事了。因为我喜欢。错不了，这些人根本不是临时发现了陈朵追到这里，他们对碧瑶村绝对是有备而来。怎么了，马村长？脸色这么难看，辛苦的明明是我们呢。你们5个人一开始就是以村子为对手配置战力的，对吧？也太不拿你的干叔叔当回事儿了。是6个，是7个，还有2。闭嘴！别跟我抬杠。总之，事到如今挑明了吧？没错，来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为了对付这个村子。现在上根器都解决了，那些不知所谓的村民也都遣散了。那么，如果是我们5个在对付你，你的好叔叔在对付什么呀？
马先红的修身炉在村东头僻静处，陈朵被安置在村西头的僻静处。这个地利可以被利用起来，动手之时要速战速决。张楚岚，你的任务就是把他稳在炉子那边，以陈朵的西头为起始佯攻，实际上主攻上根器，不要真的刺激到陈朵。以我的观察，结合老孟的反馈，他在村子的立场其实是很暧昧的，而我们佯攻陈，就等于给马的精神套上了第一个绳套，在马还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之时，尽快处理上根器和村民。这将是最轻松的阶段。之后，随着上根器的集结，我们要在解决他们的同时，开始破坏村子。这势必会激怒马先红，使他失去理智，使马不能清醒理智地看待张楚岚的问题，给张楚岚趁机留下来创造条件。接下来将是我们最艰难的阶段，我们会面临村子剩余力量和马先红的双重压力，而且原则上还要保证那些脆弱的村民不出现伤亡。非那个事情，马先红是吧？给我个锤子，等我2岁死了也离我没个钱。张楚岚，你管好了你这个。姐，献计献策这么简单的事儿，就不劳您老操心了哈。宝儿，你要觉得麻烦，你就记着几件事就行。动手之后敲人、放火，躲着马先红。啥子时候催他？你见着他就跑，把他引到村子中心，咱们聚齐一起吹。晓得了，晓得了。这时，我们最好已经清理了上根器和村民，如果没有，那就自求多福了。神机百炼的造物我摸不透，有什么机关能做到我一破坏，马先红就知道也说不定。对，所以你一定要等我们与马正式对上再动手。我们5个能够顺利解决他最好，不能，适当的时机我们会亮牌，而留下来对付炉子的你，就是套在他精神上的第3个绳套，3方合力在精神上车裂他。张楚岚，张楚岚，了解，老马，对不住了。张楚岚，让你自己找死，我可就没办法了。雷神，这锤！你牛，老马！我猜你这破炉子应该有什么防护措施，但没想到是这些玩意儿。都停止了。刚才那些完全没有闪躲防护概念，是自动型的。
只会对接近炉子的气做出反应，从启动到做出反应有时间差，对手背范围外的偷袭应该会慢半拍。再来！就是他，这只是特别的。这些如花行动方式简单，也跟不上我的速度。优势是数量和不顾自身的打法。这个松花蛋速度和力量远超其他，还有特别的感知能力。优先处理如花。与此同时，观察一下松花蛋，训练的速度基本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5分钟的极限时间不用顾虑。如果没能拿下，老马他看到这里的时间用不了5分钟。即使行动上有什么纰漏，这些攻击金光咒也能防护住。2分钟内干掉这里除了松花蛋外的所有乳花，这功率很大。仙红，不要慌，他们这个安排就是要你首尾不能相顾，只要赶紧赶回去回收炉子就行。炉子那里的只有个张楚岚，应该不在上根器的水准之下，但凭他一人之力，想要摆平守护炉子的如花就不大现实，何况还有黑藕。行啊，小东西，一个炼器师能跟我近身缠斗，算是让我开眼了。肉身对抗我的五斗铠，你才吓人呢！这样的高手被公司拴上链子当狗使唤，可惜了。哼！总算成了。在我身边的白藕，是我最初制作的人偶。随着神级水平不断精进，再加上修身路与上根器的支持，我终于掌握了把艺术移植到机关人偶的技术。雾葵、哈日茶盖、赵道长，除了这些天生异象与不传之秘无法移植，其他都能做到一定程度。这白藕移植了傅荣的剑气，张坤的地形仙和钟小龙的弹指神通。以他的容量，这3种就是极限。而黑藕则是我最新的作品，力量、速度和气反应的敏感程度远超白藕在内的旧作。同样，他身上也移植了3位上根器的手段。紫环的鬼影形，这是一种能够抹去自身存在感的诡异身法。怎么回事？松花蛋他居然……第2种，毕老爷的鬼魂针，能治人，也能治人。而第3种手段的原主人是陈朵。让黑藕像陈朵一样成为古树之大成，我是做不到，只能让黑藕储备一定量陈朵的器物，通过这些器物，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携带一些原石物。这样的用法和兵器未毒差不多，与陈朵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些对付你已经足够了。不久前才出师的你，见过多少艺人，领教过多少手段？你能意识到这3种诡异手段结合在一起的可怕吗？
肉血又停下来了。最后就是无比的巨龙原始骨。抱歉，张楚岚，如果你试着去动炉子，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原始骨的特性，一入人体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下丹田，然后以下丹的气为养分生长扩散。若没有骨身圣童的秘术，蛊毒就会侵蚀人体，最后你会肠穿肚烂。而下丹是人体最要紧处之一，一旦中招，无法可救。什么东西？冷静下来想想，你一出事就被公司毙了，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你算计我，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不过，同为36人后裔，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凄惨的结局，而且还是死在了我的手段上。老爹，有我呀！又咋子了？这老农工到底什么鬼啊？这次龙虎山我跟人聊天打听过，人家传功要么是本书，再不成有藏在画里的，缺德点的也是顶多是把运气的法门藏在笔画里了，或者转换成暗语写在乐谱里了。但无论怎样，最后解开暗语之后都是明明白白的人话，哪有这样的？给团气塞进去就留了几句话，就是什么老实温养啊，顺其自然啊，有什么功效能练出来啥，什么都没说。你爷爷让你练你就练呗，还能坑你啊？难说，我爷爷难说。问题我现在感觉我肚子里这团玩意儿越来越大，还老动，越来越频繁了。这不知道能练出个啥来，我心里没底儿啊。照理那么说，你快要养娃了。我要什么娃啊？我难道我要个鬼娃啊？
哦。我真是……这什么？动不了了！这酸爽，好像在泥潭里游泳。不用担心，从上面交代的口吻看，你俩没什么麻烦。应该说这些什么上根器，只要不是顽抗到底，都没什么大事。不过阿青啊，真没想到你会被搅到这种事情里来。是啊，我也没想到，公司居然会摆下这么大的阵势。现在怎么办？哎呦，哎，是阿青吧？诸葛青，公的儿子。哎呀，我跟你爹啊老相识了。啊，你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嗨，找他看事儿嘛，一来二去的就熟了。哎，我的姻缘还是你爹给算出来的呢。我爹也能干点靠谱的事儿啊。一想起这个来，我就压不住火。这一仗，我早把他拱在老秃台上算。叔，咱现在这是去哪儿啊？北京。总部要向你们询问这边的情况，我说过了，不用担心。不过嘱咐你们两个小东西两句，到了北京有什么说什么，绝对不要去隐瞒。你们本身没什么麻烦，但你们卷进的事情很严重，不然不可能拉你们去总部讯问。据说这次讯问会由我们董事长赵方旭亲自负责。这是……原来如此，目标一开始就是整个村子。哦，这不是碧元老爷吗？没想到我这头能堵到您老，麻烦您老跟我们走一趟吧。就算没有村子的事儿，我们也早想和您接触接触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平时没资格见到公司的领导啊！想找我呀，一个电话就行了。老爷子，只要您不添麻烦，我一路上会客客气气的护送您。毕竟能送您这种传奇人物，是我的荣幸嘛。哎呦，领导啊，您就别损我了，还传奇？你们要干嘛？放开我！你们要把我弄到哪去啊？我这种平庸的老朽，生死又与这世界有何干？圈里圈外，谁知道我呀？外人不知道，我们知道呀。我们知道自己抓过的人中，有多少曾是您的门下，有多少曾在您身边待过。就说这马先红，任务之前我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横空出世，需要动用这么大的阵仗去铲除他和他的这个村子。结果我一看需要带回来的人员名单，又有您。我跟先红相处的时间真不长。咱再说，就国内吧，论打架能力没有争议的就3人：1绝顶，2豪杰。结果当年双杰之一的丁岛安公开声称加入全信，多少人下巴都惊掉了。人品、身手、声望都没挑，这么个人为什么和那群神经病搅和在一起？我们看不透这事儿，我们只知道丁岛安的启蒙先生就是您呐。这还不算完，您给我们的惊喜还不够，悄无声息地成了全姓代掌门，在龙虎山潜伏多年的那小子龚庆是您的入室弟子。来吧，叶老爷。封山的各组注意，已经开始有人下山了，见到上根器一律拦下来送往总部。那几十号村民遇见了直接控制，保证他们的安全。送回他们各自的常驻地，由当地同事进行教育。收到，收到。诸葛青和傅荣已经在护送途中。咦，呢度邊處嚟噶？你不要搞我啊！人家开不出去，我们报警吧。你傻的啊！你刚才说什么？说一群人山上斗法，那咱们上去看看。不要把我给放来呀！那犯规，我们先回去再说。再扑街，倒胎，怎么那么倒霉啊！唉，真无聊，这么大阵势，却只让咱们守外围。我都好久没跟人动动真格的了。小子，你偷笑吧？摆出这个架势要对付的人，就凭你绝对应付不了。而凭以前的经验，一旦摆出这个阵势，那我们的工作也就剩事后打扫战场了。对啊，有人说这次出动临时工了，还不止一个。我去，好想认识这些人啊！你们这些人还真是闲呢。什么人？收好，这其中收纳的是上根器中的刘武魁与他的哥哥刘洪忠。收纳和释放的方法已经在资料里，尽快将2人送到总部。记住，不要隔离2人，不然会增强刘武魁的反抗情绪。大哥，您就是临时工中的一员吧？能不能出来见见呀？可崇拜你们了！哎，你小子别多事。少年，不必寻找老夫了，老夫是活在阴影中的暗之行者。我永远会陪伴着阳光下的你们，但永远不会和你们相交。老夫真是太酷了！这啥玩意儿？难道
你这小子越来越没溜了。哎呀，看不出来这啥吧？又不是动物，又不像植物，这个不灵不灵的手感做不了。这是肉灵芝啊！听说吃了可以增加几十年修为，切碎了泡水也行。滚蛋！你才肉灵芝，你全家都肉灵芝！一个蛮荒无知的星球人类，也敢这么侮辱我！两位群众在山里意外发现了传说中的肉灵芝，下面欢迎收看《相信科学》。你个头啊！过来，好好瞅着！哎呀，族长，你怎么给扔了？觉得无聊，知道无聊有多幸福吗？无聊就意味着你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你能在这儿无聊到蛋壳，是因为有人把那些要拼命才能承担的责任给担下来了。出来了！停！姐姐，你看，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成功啊！好，掩护我！掩护？谁也护不了你了，因为最初的炼制已经完成了。好吗？哦，管，黑管，我没事儿啊。走远了吗？哦，远了。就让他以为得手了吧。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呀。我没事儿，伤得不重，运气好，离心脏还差点距离。各位注意了，万不得已不要与他缠斗。我的衣服和宝儿的刀刃，就在短短4到5秒的纠缠中，被他完成了化物和御物。几秒钟，完成了御物。8奇迹，不止他的法器，在他身边出现的所有死物，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武器。老马，刀剑已经不好使了吧？张楚岚，怎么可能？就凭你！说网了，再要作弊上官，我就放了马先红。上此还我金凤！有何诛？隔离他们！这场战斗看了这么久，也大致明白了。对你直接的攻击效果不大，优先处理你这些神奇的魔法道具更好。这人是谁？就在我身边动手，居然没有察觉。都给我闪开！
小心他的手里杀石！没有动手的资格。每一个人，就算最年轻的乔，也不是我比得了的。而一直在被围攻的马先红，这就是霸气精英标志的战斗。爷，这样的恶斗，你当年经历过多少？厉害，姐姐，敌人好厉害，是每一个都让人头疼，一旦漏掉。有肥了，有肥了！那天我深刻的了解到，这世上超越常识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必须收回自动模式，导弹手十分重要，而且自己能够存储大量血，随时自我保护的法器，可容量到极限了。你可怕了！夏总是向人提出困难的要求，不过蟑螂女孩，咱们还真是有缘。就让我来帮帮你吧。居下！依然保有旺盛的精力，蟑螂女孩，这次你赢了。我会输吗？输给这些人？居然没死！哼，让您失望了。不过得承认，即使我们几个一起，要是不拿出伤亡的觉悟来，还真不好降住你。那你们死去吧，大伙事儿！受伤了，和刚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货还有新的护身法器。别再攻击他了，你们攻击到的并不是他的护身法器，那是时间流逝错位所产生的裂缝。跟我说句实话，公司要马先红死吗？不清楚，但我们被交代要尽量带活的回去。好吧，这就够了。我帮你们处理掉他的法器，
你们对他下手一点分寸就行。我不想看见任何一方出现伤亡。乱金拓，封后奇门中控制时间的法门，或者说，是控制事物变化速度的法术更准确。可以把所有的事物想象成在一条传送带上，传送的速度或有不同，但承载其的传送带行进的速度却是统一的。乱金拓就是把目标转移到其他行进速度的传送带上，虽然看上去还在眼前，但实际上能触碰到的只有时空错位所产生的缝隙。对这个缝隙施加任何力，都只会原封不动地返还给施加者。想要影响到身处另一个时间节奏的目标，也不是没有办法。要再额外对自己施加另一招法术，此身放慢50倍，归阴流，以燃烧生命为代价，提升身体机能效率至正常的5倍。应该足够了吧？再多，我的身体就承受不了了。厉害！连这些见多识广、实力强横的家伙，也已经被镇住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明明动作比陈雷的太极大爷还要慢上好多。不，或许正是离无诡异的慢速，才更能清楚地体会到拳头上所蕴含的力量，连其中的声响也被碾压得悠远绵长。明明就发生在眼前的事情，看上去却像是来自远古的残响。乱金拓，归营体，接！上！老马，够了吧？胜负已分，跟我们回公司吧。公司说不上多好，但也没你想的那么恶。现在也不怕告诉你了，主要是你的炉子太危险，否则公司也不会挑了这个村子。这样，原来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告诉你，郑出来。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绝不妥协。炉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完成它。马村长，够了吧？你很厉害，我承认。不止我，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你的神机百炼厉害。你确实还有坚持下去的能力，但现在还有必要吗？无非就是大家再多费些力气，您再多吃些苦头。我们对您没有意见，没有看法，我们的工作只是把您带回去，剩下的矛盾是您和公司之间的。去公司，您怕吗？好，我就去会会那群高高在上的家伙。抱歉了，陈东，看来我这边自顾不暇了。马村长，还得让你受点委屈，能理解吧？
张楚岚，那些珠子你记好数，都收着，回头全得上缴。哦，一个俩仨，就这些了，没别的了。好了，果哥，都收齐了。道爷，没事吧？你看我像没事吗？我这才叫身体被掏空啊！你们两个这下满意了？其实我不在乎他们针对我，只有你们两个。唉，你不做这个炉子，我不会和你作对，也不介意交你这个朋友。不做这个炉子，这些人要针对村子，我可能还会站在你这边。那个叫陈朵的姑娘我不清楚，你绝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我需要那个炉子，我想用那个炉子帮别人，更想用那个炉子帮自己。我要用那个炉子找回我失去的记忆，我要用那个炉子找回失散的家人。闪开！马先红，你把金凤还我！金凤婆婆，她平安无事，你找啊，找得到就接当。兔崽子，不说是吧？我让你知道知道。哎，夏老头，人是我们的，轮不到您动。怎么这小子答应给我找金凤，反悔了？着什么急啊？这不给你找呢吗？谁知道他把金凤藏哪儿了？你以为我带着那鬼佬来干嘛？这几天村子翻了个遍，哪儿都没有。花轮，你死够了没有啊？确实一无所获。我没能查看的，就只有带在他们身边的那些奇怪球体了。没有，从马村长这里收调来的时空珠里也全都没有。难道在其他上根器手里？应该不会。如果重要到要收进这玩意儿，那自然是带在最强的村长身边安全。不行，见不到金凤我就不走。现在就给我审马先红！你们不审我自己来，想糊弄我没门！这给脸不要脸，夏老青！好好说话不听是吧？老骨头是欠松是吧？你担心什么呢？金凤婆婆我们找到了，自然送还给你。还是说金凤婆婆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黑料？你怕落到我们手里被查出来？没有，绝对没有。人家以后可能是你师娘，不许诬陷。那你紧张个屁呀！倒是你一身破事，要是这次目标是马村长，今日我们应该先收拾你。天这个大的还跟我磨叽，这么大岁数，怎么还不知道寒碜呢？你虽然说的都对，但是你不能这么和师傅说话呀！哎，没个头，不算。嘿嘿，小子，你这翻脸不认人的劲儿，我还挺喜欢。各位，金凤就拜托你们了。组长，这有2个。哎，哦，名单上的，对上。钟小龙、哈日茶盖，控制。求让，控制。我去，体温好高啊！村民高方、刘世雄、鲁忠，控制。村民党贤贾梦雄，控制。接到命令，上根器赵归真，不用找了。喂，你们过来看看！啊，这谁弄的？口味不错啊。这是怎么折腾的？上根器精油，控制。
要走了吗，王道长？至少走路能走利索了。下山我要找张大床，好好睡他几天。对了，马千红，不管你怎么看我吧，临走我还是要送你一句话：在你生命中有个人对你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离他远点。道爷，您这神棍劲儿又来了。道长，那天你我老青在内景中，你问了件事，差点把咱们3个都害惨了。事关冯宝宝吧？我刚才说的话也适用于你。小张是吧？辛苦你们了，马先红交给我们就好。这是……放心，必要的防范嘛。马先红，控制。好了，各位，另一边没什么变化吧？没有，二壮一直在注意着。走吧，我们去看看。在呢，你们说他跟那干什么呢？这谁知道啊？要么你过去问问。各位，稍安勿躁。既然陈朵没有在之前和马先红一起对抗我们，说不定事情有转机。继续保持这样善行包抄，一点一点接近过去。等到包围彻底形成之后，由我来接触一下试试。你一个人拖住他，行吗？当年剿灭药仙教后，公司给蛊术重新下了定义，利用气去引发生物体内微生物变异的手段，蛊术都是基于这个前提实现的。这也是药仙教立派的根本，教徒崇拜他们，向他们寻求力量。这些疯狂的行为我当然不认同，但在操纵生物这一点上，蛊师和我的手段有一定重合。拜这些研究所赐，相当种类的蛊毒对我不但无效，甚至反过来可以成为我的武器。虽然对圣童的原始蛊我无能为力，但对付蛊师，我比起你们有着天生的优势。实在不行，就由我来。杨楚兰，你他妈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不牵住你的那个天兵！一不留神，就是这波儿姐，按之前说好的，从现在起，无视我在内的任何人。别冲动，别！快放雷！不放就撕了。放雷？哪里有雷？卖，花钱卖。我没有钱，没钱就撕了。陈朵，你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我在等你们。马村长，你们已经解决了？对，没错，就是这个反应。宝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在前一天的晚上，他一个人来找过我，他把我的事情又详细问了一遍，最后他还问我
陈朵，如果让你离开这儿，随便哪儿都可以去，你想去哪儿？好像没有。陈朵，我给你一个选择吧。我们明天将会攻打这个村子马村庄，12上更起，所有的村民都将成为我们的敌人。你可以选择加加入他们，和我们战斗，也可以选择离开村子，在山里找个地方等到。至于之后何去何从，等我们摧毁了村子之后来找你，我们一起商量。到时候说不定你会有心理选择嘞，你说嘞？后者，我决定等你们，我自己选的。宝姐，这种事儿为什么不提前和大家打招呼？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如果搞砸了后果多严重吗？行了，张楚岚，你就歇会儿吧。很好，非常好的节奏。这种荒唐事也只有宝姐你来做，才最不叫人觉得突兀。选择，原来是这样啊！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这下都想通了。选择，竟然被这呆头呆脑的家伙先察觉了。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不晓得。啊？你在骗我？咋个办？你问他们嘛。这些人注意多。对，干得漂亮，冯宝宝。陈朵跟我们等一下。梦言，说话慎重。我懂。对，就是这样。选择。廖冲，你对陈朵不可谓不好，你给出了关怀，给出了爱，你给出了你想到的一切，甚至是生命。但你唯独忽略了，当陈朵恢复人类需求之后，依然过着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生活。10几年的古铜生涯，肉体和精神上痛苦他早已习惯，对他来说这就是正常。从古铜到临时工陈朵，待遇上或许天差地别，但在人生选择这个问题上，两者都是提线木偶。至于你许诺的自由，就更无从说起了。根本没有人是绝对自由的，陈朵也不可能明白自由的含义。但在描绘那些海市蜃楼之前，你却忽略了他对选择的这份渴求。陈朵，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跟我们回公司，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你还可以你还可以还能还能选择死。张楚岚，老肖，好吗？不是这样的，陈朵，不对，不是这样的，还有选择，还有更好的选择，对吧？官，回公司，或者大伙儿，你们脑子比我好。秋儿，你脑子快，你说呀，一定还有更好的选择，一定还有。再想一想，想一想，再想想。廖叔，对我而言，能自己做出选择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我不明白，你们口中经常提起的幸福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但有一件事，我幻想过，只要幻想着它的实现，那种感觉就不足以用快乐形容了。这
这可以称作幸福吗？我一直幻想着有一天，你能认同我的选择。陈朵，我死。凭什么？凭什么呀？要逼着这么一个小姑娘去死？凭什么非得这么选择呀？陈朵，够了，老孟，你明明可以。你已经不能再给陈朵什么了。最后，至少把尊重留给她。当年是你把陈朵接来我们的世界，那今天送陈朵走，就是你的责任。陈朵，选择还没有完呢。在不伤及其他人的前提下，你可以选择这当中的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终结你。真的可以吗？我自己选。可以。也可以选择自己动手吗？当然可以。既然老萧都这么说了，我就补充一点吧：一，不能直接或间接伤害到任何人；二，我们要见证你的最后时刻。只要能够满足这2点，从现在开始24小时内，你是自由的。你的任何选择、任何要求，我保证，这里面没人能拒绝你。真的，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满足那2点，就可以。宝儿姐，离他远点！不用怕，陈君燕，没事的。陈君燕，真结实。可以给我吗？你那个什么蛊不会散出来？不会，我压制着就行。压制不住的时候呢？一旦我无法控制原始蛊，它反而不会往外扩散，它会按下丹、中丹、上丹的顺序一路吃上去，哪里有他们最爱的美味，直到把我的气吞噬殆尽。他们会跟着我一起消失，所以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好，既然这样，我们就一起陪你等吧。老廖以前跟你提到过我吗？我们跟你一样。没有人跟我一样。当然不是全部，是某一部分。你当初在公司做的事，我们也在。我们的职位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事。他也是。也是。行了，老孟，别苦着一张脸了。我想不通啊，为什么呀？她一个小姑娘，也就和我闺女一样的年纪，为什么要让她遭遇到这些呀？秋儿，老肖，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她倒霉呗。倒霉？
就因为这个，因为倒霉就要没命吗？倒不倒霉都要死了。为什么不能幸福的走？为什么他就不配有个快乐的结局？你现在不开心没？知道我为什么讨厌这个人了吗？他不讲道理的。我现在明明很开心，虽说有点小遗憾。啊，这还不明白吗，老孟？放下来吧，他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客人而已，别用这里的思考方式去要求他了。真想对他好点的话，今天好好的送他吧。哎，对了，朵儿，刚才你说小遗憾，怎么了？可以说吗？我想去逛街。以前在公司学习的时候逛过，但只是为了学习常识，所有行动都被限制着。来到村里，马村长也说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马村长是好人，我想报答他，所以听他的。可以，朵儿，你还有时间吗？从这里进城要花不少时间。这几年我对蛊毒的压制时间也变长了，巅峰达到过20小时。不过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撑那么久。不行，各位，别的事情都好商量，这个可不行。带着没有任何限制的陈朵进入人员密集区，他说的自我限制都是一面之词，出了问题谁负责？陈朵，你又没死过，这些你怎么能肯定？我肯定。以这种方式结束，我经历过几回了。好了，说到底，不就是谁负责任吗？我。张楚岚，你是不是没听见刚才我说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小张啊，我挺喜欢你的，真的。作为一名操刀鬼，你很称职，分寸把握得很好。不只是你的宝儿，我也是把刀，我身后也有鬼。在场的这几个所谓临时工，其实都是被人操使的刀。碧游村我们已经替你们砍掉了，现在陈朵说到底就是我们这几把刀内部的问题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就由我们自己决定，请你不要再干涉了，好吗？好，没问题，小哥，没问题。你说的都对，是我的错。好了，就这么说定了，进城。我和秋千回村子，把咱们行李顺回来，咱们车那边会合。广哥，通知山下的给咱们开个口子。宝儿，出发前你给我找个河边洗洗去行吗？咱们是去逛街，不是去要饭。事情基本已告一段落，整个村子已经覆灭。马宪红和其他上根器很快就会送到总部。古潼据临时工的汇报，已经在他们掌握之中了。干得漂亮。这区几个人真的做到了。做的还真是无懈可击。老毕，人家这次可没给咱们机会发难啊。无懈可击倒谈不上，只是那一点小瑕疵确实不足以用来对临时工发难。村子里有一个漏网的郭亮，根据情报，这也是辛杰的一员。他跟马先红的时间最长，临时工进村时，他似乎已经不在村子里了。无关轻重，他的下落就委托逗乐去查了。
这下这些机器的品种啊，就都收集齐了。按几率，这次夹子是松掉的，但是我有诀窍啊，厉害吧？要不要试试啊？哎，对，放到这里，投进去。你第一次玩啊？选择目标很重要，别光找离出口近的。哎，不要握住杆子，用手指轻轻的碰。哎，对对对。交流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这大背面可不吗？走吧，去那儿看看。好啊。喜欢，走，我带你进去。老肖，把那个也连上。对嘛，小姑娘家的就应该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哎，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真是老古董直男癌。什么年头了，只能小姑娘漂漂亮亮的？哇，不错嘛！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求你可以离我远点儿。居然嫌弃我！你靠近我，身体负担太大，心脏。我说呢，哎呀，俊俏就是我的原罪，没辙。是好看。朵儿，你这审美有问题啊！爷们儿就该有个爷们儿样，心跳加速也该是我这种。哎，你瞧人家躲着一身多大，把那辆解放扒了。原来你怕高跟啊！我今天非让你穿上不可。老叔，给我钱。嚯，买这么多？陈朵，你原谅我了。原谅？为什么要原谅你？你不是一直在恨我吗？恨我把你从药仙会带出来。是啊，可那是我的事情啊！我又没说你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原谅你？而且我已经不恨了，因为没有意义。我就要回去了。
不好吃？很甜，很香，很凉，好吃。但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了了。如果我在这里让蛊毒散出来，你们都会有大麻烦。你们怕我什么？我知道。你们期待什么？我也知道。廖叔对我好，你也想，你也对我好，还有很多人，我回报你们，能做到的，我尽力了。但像这些人一样，我实在做不到。你们带我来的这个地方真好，只是我应付不了。老廖一直都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明白，你什么都清楚，我才是那个蠢蛋。干什么呀？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他太吓人了！想干嘛？走过第一天寻常的生活，人们欢笑着分享着快乐，阳光晒着街，很温暖，冰淇淋很甜，还是继续？风吹着裙边，很快就能休息了。很柔软，空气很新鲜。陈朵儿，你听过鸡牙大黑熊吗？也有人叫他平三胖子。好像，对，平三胖子。哎呀，我惦记他好久了。2个月前，我见到了他的尸体。平三胖子，是我做的。早前，任飞就有联手其他居临时工解决他的打算，可以啊，朵儿。动手不是很难。我那个任大小姐一直就对你们贼好奇，早就想知道都是些什么人了。这次终于让她如愿了。这世界我走过，任务是以你为由头，扳倒碧游村。至于你，能带回去带回去，带不回去嘛。一起的，这下咱们人齐了。走过第一天寻常的生活，几个不管用啊！都能用，就是照相不行。摄像也是。哎，我也是。意外能拥有短暂的快乐。橱窗后世界很鲜活，有太多选择。
那些抓不住的玩偶，就随它去了。也许你们永远都不会懂，飞鸟从未贪恋着天空，幸福也分好几种，让单车停止转动。你们推我走，一路上已走得太远了，现在我要回去了。一切众生为解脱者，性事无定，恶习皆业，善习皆果，为善为恶，诸境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东经尘劫，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早往。一世等辈，吾当忧念。如既彼世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来，让一下啊！让一下，都让开！前面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们呢？没听见啊？喂，你们几个人干什么呢？起来，跟我们走。哎，同志，别扯呀！少啰嗦，快走！有后退啊！让开！哎，别走！快去把白布盖上！没人，快点！散了，别看了！王真秋，亏你还真笑得出来，很开心吗？接下这个任务时，我并不关心陈朵和碧幽村的下场。真正需要我思考的是，这次集结会给宝儿姐带来什么？无论怎么合计，这次任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宝姐平安过关。直到老孟现身，才让我看到一丝转机。老孟对陈朵的态度，以及你们同意以活捉为前提的表态，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是有可能收割的。必须承认，不光实力，从各方面看，你们都很老了。但除了老孟，其他人对陈朵没有深层考虑的必要。而我此时已经不能再忽视陈朵。如何处理他，是能否收割这些临时工的关键。还好，我交了2个天大的好。第一个好，如果当时陈朵还在为自己的命运纠结，那我会很棘手。但是陈朵早已做出了选择，当他带着项圈去见廖忠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如果陈朵选择的不是死亡，这次任务就无利可图。那样的话，必须由我来引导。我做得到吗？还好事情没有按那样发展。接下来是我的选择，是把陈朵推向老马，还是退出这场争斗？结论很明显，被杀、被捉都对陈朵没有半点好处，你们也只会毫无负担地完成任务。你们谁呀？我跟你们很好吗？既然你们那么牛逼，那就多背负些东西吧。我的温情还是留给丫头们。我就是要逼你们亲手送走陈朵，就是要你们这帮神通广大、机变百出的家伙意识到，你们此时同陈朵一样，没有选择。其实，我还走了第2个好运。
算了，反正我已经完成了收割，我并不担心你们察觉到我在背后的算盘，因为你们看不透我想要的，而这恰恰是你们愿意付出的。我想收割的，就是你们放大后的同情，不是怜悯，不是那种自上而下、高高在上的东西，必须是同情，兔死狐悲的同情。如果让你们放手一战，胜者的感情可能变质为怜悯，这不行。同情的前提是在对方身上找到共同点。所以啊，对不住了几位，必须逼着你们陪陈铎走完这条路。当你们已经对陈铎产生足够的同情时，收割的时机到了。收割他的人并不是我，是宝姐。把任务分成2个层面去对待，感性的示意同情，理性的判断利害。宝儿姐，我记得四哥说过你不会说谎，但如果给你一个设计好的谎言去执行，你会把它当成真的去做，对吧？OK。宝儿姐当然会去扮演和你们相同、示意同情的角色。但指望着碧幽村这短短的时间内，你们能够自然地达成深刻共识，我还没那么天真。所以，我选择扮演理性的角色，从路北临时宫里抽离了出来。也许在平时，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但是在这个小团体里，玩世不恭、率性的，对陈朵报以同情的你们才是大多数。那就这样好了，你们来排挤我。那个庸俗的、被条条框框的规则所束缚，那个瞻前顾后、时刻计算着利害得失的我，才是这个团体中的异类。通过剔除我这个异类，你们才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彼此间的共性。陈朵，你还可以死，这样大家对陈朵的同情才会更有效地被复制到你身上。这就是这次任务真正的收获。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好，我不知道你与公司的这种关系还能持续多久，我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你真和公司决裂，成为公司的敌人，那公司最有可能用来对付你的力量，就是这群临时工。宝儿姐，我很弱，我只是一个小角色，我没有横扫天下的力量，也没有运筹帷幄的智慧，所以我只能勤奋一些，只能把所注意到的那些不确定因素尽可能的往有利于你的方向去推，哪怕是靠近一点点也好。至于你们，我不指望最坏的那一刻来临时，你们能为宝姐与公司决裂，甚至倒戈一击。你们一起扛过枪，一起受过伤，我只盼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都给我牢牢地回忆起今天。战斗，走好。虽然不方便参加这场践行，但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吧，希望你喜欢。至于我吗？随便吧，我用不着你们接受，用不着你们喜欢，你们喜欢宝儿姐就够了。果然如此，被我猜对了。他那强大的力量只能在那个范围中发挥，不进入那个范围就无法收拾他，而他不出那个范围，想收拾我也没那么容易。只要跟他耗下去，作为他刚不懂的修炼者，我最不担心的就是消耗。嚯，又踏上钢步了，也是操纵这么多玩意儿。
眼泪的。我全部都想错了。妈妈，快救我！您呐，没想错，就是实在了一点。用炼狱在地上烧出痕迹，不代表就是我布阵的范围。但是巨象总是很难忽视，被炼狱痕迹影响，终于还是不小心走进了我的能力范围。默默抠是谁？唉，现在结束掉这一局，另起一局的话，这中间我至少需要10分钟的休息。说穿了，还是我能力不够啊。如果我的封后能覆盖更广，哪用跟他费事？也许用不着我就把老马拿下了呢。这一局，怎么回事？曹总他的人已经乱金拓。金偶确实失去了意识，这东西怎么会？关键是乱金拓镇不住他。再一次，炼狱！可惜呀，又失败了。这个声音是你。白痴，你到底是什么？小子，你不会走这么好运的，咱们走着瞧。你站住！谁派你来的？你丫到底想干嘛？还是我得罪过你啊？你靠！你丫不告诉我，我自己算。算？我算啥呀？算我有哪些仇人？我怎么不记得我那么招人恨呢？算了，爱咋咋地。不过这个怪人倒是提醒了我，从完全掌握封后奇门之后，对目标施展乱金拓却没有达到效果的经历有3次：天师、冯宝宝和这个怪人。天师嘛，十老之一，统领正一，镇他如同撼山，镇不住正常人。所以真正能算作失败的，应该是在另外2个人身上。当初对冯宝宝施法失败时，我还没太在意，但当2次遭遇怪人之后，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如果说老天师是我镇不住，那这2个更像是我抓不到。其实这点在第1次遭遇怪人之后就意识到了，出于好奇，稍微窥视了一下冯宝宝这倒霉玩意儿。这时我才发现，从下山开始，我对张楚岚的认识可能一直都是错的。还有马先红，在村口对付上根器的时候，同时镇住7、8个的情况下，我依然能用最后的力量镇住马先红。以此我断定，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我窥视他下，才发现他跟张楚岚一样严重。以他的命格，绝对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浪。在最后降服马先红的时候，我捎带手也震了张楚岚一瞬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就已经足够印证我的猜想。张楚岚的分量的确要比马先红重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他俩是一类人，但依然和他们身上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匹配。我假设张楚岚并不是那个引发问题的人，
他身上所引发的一切现象，是因为他的命运被那个问题的真正核心影响了。真正引发问题的人是冯宝宝，那个在我封后局中我却完全无法影响的人。马先红也是如此，他和冯宝宝没有交集，所以还有一个张楚岚身后的冯宝宝和马先红身后的另一个，他们才是事情的关键。这个二壮太要命了。自从打听出他的手段之后，我的私人手机和这台一直就处于拔电池状态。四哥，怎么回事？为什么让我们直接来北京？宝儿，楚岚，你们听着，3件事。从宽凳儿。对，所以现在就要做决定，要不要让宝儿上？如果不上，马上逃。等，我有点乱，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累。宝儿姐，如果让你上凳子，你愿意吗？可以啊。四哥，说第3件事吧。那个，等这些都落听了，我再单独告诉你。你是想说我师爷的事吧？你已经知道了。在村子里，我一直没开电话。任务完成后，我看到了藏龙陆玲珑的短信。陆玲珑已经在电话里把他了解到的全都告诉我。无论如何，这都是我师爷自己的选择，而且我绝不相信这是他一时冲动。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无话可说。至于第2件事，也完全看董事会的意思了。第1件这个从宽凳嘛，其实他们大致怎么想，我能猜到，还是冒险去一下吧。不过别忘了，楚岚你自己也要做好准备，你也要上从宽凳的，这是赵总亲自交代的。奎儿，他们没为难你吧？为难倒没有，你呢，蓉姐？我也没有，就是坐上那个奇怪的椅子让我觉得别扭。奎儿，他们问你什么了？芙蓉，你还不明白吗？他们问了你什么，就问了五魁什么。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应该都一样。委屈几位了。我哥哥呢？你们把我哥哥还我！五魁小妹妹，你哥哥很好，有专门的人在护理。一会儿完了事儿，我就送你出去找他。那个，我们会被怎样处理啊？处理你们什么？凡是回到这个房间的人都已经没问题了呀。如果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事儿，你们其实已经可以回家了。是这样，在你们回去之前呢，我和董事会在今天晚些和大家谈谈，各位不要有压力。谈话结束，各位马上就可以离开。青呢？还有裘冉和老毕，子环、陈朵、马村长怎么样了？子环他已经在医院了，剩下的人应该还没完成问询吧？通过问询的人就会出现在这里了。如果没通过呢？既然各位已经通过了问询，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了。一点一般的意思都没有，大大方方的承认。这个酋长是马先红狂热的崇拜者呀。既然已经掌握神级百炼，就必须先控制起来。接下来是这个年轻人。
诸葛青，你是否以任何形式接触、掌握、了解，或者藏匿了神机百炼的修行方法？我确实接触了神机百炼。神机百炼吗？诸葛青，如果你放开他，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如假包换，真的，是真的。内情。这几天那个渣男忽然消停了，除了每天去帮马村长以外，基本没怎么露过面呢。偶然吃饭时遇到，也是咽不出口闹的，好像变了个人。红姐呀，很危险！你现在很危险，知道不？你会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你中了那渣男的圈套。我在书上看到过，一直对你很热情，让你习惯他出现在自己身边，然后就忽然冷下来玩消失。这时你就会奇怪，哎，这是为什么呢？从你开始想他的那一刻，就落入了他的陷阱。你哪儿看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以后总要对付这些小茶壶的嘛。虽然还没有实际经验，但现在就要开始用理论来武装自己。过来了。忙吗？倒是忙，我们忙得很。跟我来一下。想让我消失没门儿！我可是蓉姐的守护灵，守护蓉姐不被渣男骚扰。啊，楚可卿，你这就过分了。走好，麻溜滚蛋！好的。到底要说什么呀？我说我回去了。等等，哎，还是有点难说出口。你这个不要脸的，居然也有害羞的时候啊！说吧，我听着呢。不是你想的那样，告白这种事，不管真假都能随时就来了。当然，对你是真的。如果你对都市风格已经厌烦的话，南北乡村、美式、俄式、日式等等，回头随你选。可是又都想来一遍。芙蓉，你知道内景吗？有什么不知道？别以为只有你们术士要练定功。我想对你说的，就和这个有关。走，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流传很久的家族，这个家族人从前辈手里继承了很厉害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让族外人艳羡，让族内人骄傲。但想要掌握家族的遗产是十分困难的事，能够继承家族遗产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这个家族的人只有继承遗产的方法，
却没有继承遗产的人。这时出现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父亲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儿子身上，男孩也成了全族人的希望。呵，我要是这个男孩，我得愁死！凭什么呀？上一代做不到的事情，逼着下一代去做。我知道了，男孩为了这事很苦恼，甚至和家里闹矛盾，对不？并没有，男孩很骄傲。如果是人人都能轻易做到的事，他反而会没兴趣了。很快，小男孩长大了。有一天，他找到了父亲，父亲很开心。父亲告诉他，仅剩的那部分遗产，父亲没有能力去接收了。你能吗？那天，男孩得到了接收最后遗产的方法，可惜他也没能顺利接收。要完美使用男孩家族的遗产，必须拥有平和的心境。内境中稍有波澜都会影响发挥。挑战的失败，最终在男孩心中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男孩遇到了瓶颈。为了平复心境，男孩决定出去转转。意外的，他遇见了一个人，姑且把他叫做 A 吧。A 手中也掌握着一份遗产，在这份遗产面前，男孩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全族千百年来引以为傲的东西一钱不值。自那以后，男孩更加无法在内境中平复下来。这男孩是不是很差劲？哎呀，你也不用这么郁闷啊，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嘛。是那个男孩郁闷。哎，是，那个男孩郁闷，男孩自己家的东西都没倒腾利落呢，想别人的干嘛？好好说话，别讨厌。我听明白了，反正男孩对 A 是羡慕嫉妒恨，从此两人成了对头，对不？没有 ，A 这人颇对男孩的胃口，俩人成了朋友呢。哦，男孩这不蛮豁达吗？鼓掌。只是男孩自己心里知道，这份友情并不纯粹。男孩自始至终还是觊觎着 A 的遗产 ，A 心里也知道，但他不说破，这让男孩更觉得自己龌龊。哎呀，没这么严重啦，一点轻微的红眼病，人之常情啦，谈不上龌龊啊，谈不上。真的很龌龊啊！后来的日子里，男孩和 A 一起遇到了危机 ，A 为了让男孩脱困，不惜身陷绝地。而那时的男孩，有那么一瞬，就那么一瞬啊，他在想 ，A 要是不存在了会怎样 ？A 要是不存在了，自己的心境会不会恢复过来？你听明白了吗？朋友在为自己拼命，而他想的是，朋友怎么不去死？什么东西？后来呢 ？A 死了吗？没有。男孩和 A 共度难关，但就是那一瞬间的恶毒，男孩没法原谅自己啊！好像20年的伪装都在那一刻撕掉了，自己原来是个王八蛋。其实，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男孩还遇到了另一个人 B 拥有与 A 同等级别的遗产，他让男孩看到了转机。最重要的是 B 把这份遗产看得不是特别重，他没有 A 的难处，所以男孩离开了 A 的身边，转而去接近 B， 挺顺利的。他拿到了继承 B 遗产的方法。那么男孩是打算继承 B 的遗产了？不，你又错了。不管了，我他娘的好像就没对过。男孩的内境就是被 A 的遗产给搅得无法平静。如果去接受 B 的遗产，那等于彻底放弃了20年来的人生。这样一来，
突破瓶颈就无从谈起。那只是躲进了一个新的瓶子而已。想要突破瓶颈，男孩要做的不是接手，而是跨越 B 的遗产。成功了？哪有那么容易？男孩见到了继承 B 遗产的方法。如他所料，男孩的内景中到处都是狂风怒涛、天崩地裂，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简直已经废了。那怎么办？还是要继续去面对，但在那之前，要把状态尽可能的调整好。所以男孩找到了女孩 F， 要把这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讲出来。那为什么要找女孩 F 呢？找他的朋友 A， 或者给他继承方法的 B 多好啊！唉，这些话怎么和 A 说得出口啊？要说我最不想被谁看到这副样子的话，那就是 A 了。这些话对任何与遗产相关或者是男孩家族的人，男孩都说不出口，所以女孩 F 最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是，男孩喜欢女孩 F。不怕 F 把男孩的糗事说出去，告诉 A， 告诉 B， 告诉男孩的家人。不怕。如果女孩 F 希望男孩丢人，那男孩就丢了。男孩变脸太快，女孩都不知道男孩说的是真是假了。说出来轻松多了。还是很糟糕嘛。算了，没有退路了。那个贱人已经2天没见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小男孩在不在呀？这是别碰！这是我的，别碰我的东西！别！不！这不该是我的东西，不是。这是谁都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的，我不在乎，我无视的，是这样啊。这就是继承 B 遗产的方法吗？看来诱惑真的很大。男孩想通过无视 B 遗产的诱惑来战胜自己的心魔，很优秀，真的很棒，对自己也很严格，也许太严格了。听了那个故事，女孩就知道20年来男孩一直是个 winner， 只是如果这次的挑战真的太过艰难，男孩干嘛不试着当一回 loser？ 他当过，他早就承认了呀，在他原乡玉时承认了呀。他的人败给了 A， 他家族的遗产也彻底败给了 A 的遗产，在家人面前他也痛快承认了失败了呀。可是为什么还是平静不下来？连女孩这种傻瓜都能明白，男孩何必要撒这种谎呢？对全世界承认都没用，男孩对自己承认了吗？唉，男孩给女孩讲了自己的故事，那男孩也听听女孩的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孩的故事长吗？可是女孩是个超级无聊的大 loser， 老师啊、师播啊、爹妈都说女孩没出息，可是女孩就是不想她有出息怎么办啊？女孩干什么都很费劲，所以也不敢奢望太多。
但就是那么一点，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屡战屡败，只要是按照男孩的标准，那女孩还活不活了？做男孩这种人很帅，很酷，可又很累啊。芙蓉，这几天把我手管好吗？啊？男孩若这次还不能战胜心魔的话，就回家。不过那时他还能不能行动就难讲了。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麻烦女孩送男孩回家好吗？你这是何必？女孩说自己是 loser， 有点妄自菲薄了。真正的 loser 是不可能完成那些修行，成为厉害的炼气师的。托女孩的福，男孩好像捕捉到了什么。蓉姐，真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几天不用管我，这里的事儿也别和别人提啊。哦。到底想怎么样？到底想怎么样？还想让我怎么样？我已经认输了，我不如你，我怕你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如果愿意，用你的绝技再一次打败我，我会向你证明，我对你是心服口服的。哼！没事。打败你？别闹！凭那个懒散的牛鼻子也能打败你？只要你愿意，想杀他几次就可以杀他几次。是你？对，是你。果然，就算麦克王爷再多次，我也不会放下。赢不了你，我就没法认输。看来你很清楚。不过问题是，你赢得了我吗？一个8绝技就让你畏之如虎，而我却敢于直面他。你拿什么赢敢于掌握绝技的我？别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你以我为心魔，我还以你为耻辱。你该知道，若依了我，咱们早晚无敌于天下。越看你这样子，我就越谢谢老王。他不向我透露绝技是在救我们，你还不明白？放屁！是谁用不到7年就掌握了天地人神4盘的全部法术？是咱们！他一个半路出家的东西都能掌握，咱们这种术数天赋极高的会反受其害。还想挣吧挣？别丢人了！给你2条路，从这里滚出去苟延残喘，或者这次就在这里灭了你。你确实厉害，不，就像你评价老王一样，你给予的绝技确实厉害，诱惑太大了，我赢不了。向你挑战，实际上就是在赌。哼，赌上咱们5后来最后的一场。侥幸过关吧。到你了。
四哥，你说我给宝儿姐的题库够全了吧？没什么纰漏吧？楚岚，有些事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放松点，下一个就到你了。看来是真的呀！哎，听说徐爷喜欢黑长直、煞白木木的，你行了吧，老黄？尊重点儿，跟你们说，这是第3代宝宝了，前2位都已经牺牲了。对不起，赵总。没事。宝宝，知道我们叫你做什么吗？晓得。那还不赶快坐上去！哦。张楚岚，我怎么觉得你见我那么紧张啊？您可是哪儿都通老总啊，我能不紧张吗？徐四都告诉你了吧？啊，第2件事，没错，马先红逃了。一会儿开会再详细说吧。有件事凳子上没好问你，宝儿啊，你到底多大了？